这是哪家小姐出阁？还场径这般大，便是王侯郡主出阁，也未必有这么多嫁妆。这是首富李家独女，光陪嫁就1360台，能堆满半座侯府。汝安侯世子3日前才娶了周家小姐，这李家小姐是商贾女，能嫁侯府做妾，以示高攀，说不定是李家求着嫁的。有10里红妆，怎不找正头夫人？偏去做妾。上一世我带家产嫁林继同，却不知他早娶表妹。我在侯府受辱，嫁妆被夺，爹娘还遭害死。这一世绝不任人宰割。汝安侯府想花李家钱，得看有没有命。这9连环是我娘寻的，全京城独一份。破环子而已，我才不稀罕。想玩就说好听的，我可以借你看。谁要跟你玩？我走了。世子，您等等我。小姐，侯府大门没开，这是给咱们下马威啊。我知道，上一世他们申时末才开门，如今辰时，正好盘算下一步。翠果，每隔半盏茶去叫一次门就好。你说那该死的魏和瑞是不是嘲笑我没有娘亲？世子别气，要不让王爷给您娶个后娘。后娘哪有好的？赵东来后娘成天打他，哪有你说的那种人？那找个家世普通又有银钱的，说不定他不敢得罪您，成天还想着给您好东西呢。世子，你看，不知是哪家娶媳妇，要不咱俩也去凑热闹，看看去。这么长的队伍，我头回见。哎呦，世子，这啥情况？这汝安侯府世子不是前几天才成亲吗？咋又要娶亲了？这排场可比前几天的大啊！莫不是侯府想反悔？说不定是李家姑娘上赶着嫁。哇，世子有好戏看了耶！这汝安侯府世子我知道，前2天他真的娶妻了耶，娶的还是周家小姐。那这新娘子会不会是汝安侯府其他人的？怎么会？汝安侯府如今适婚的就只有林继同。那你说这李家小姐长得如何？许清时看着那花轿，又看了看身后的送亲队伍，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听说这李家小姐长得倾国倾城，不过我也没见过，想来有这传言应该不差吧。世子，你打听这做什么？你说我把她抢回去当后娘如何？世子，您说什么？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想必老王妃已经等您回去用午膳呢。回去，我还要给祖母带大礼。来人，世子有何吩咐？让人将这花轿抬安王府去。亲卫一愣，还愣着做什么？本世子的话不起作用了。属下这就去，只是世子那人如何安置？当然是抬回府中去。少爷，老爷让您赶紧去前厅。知道了，我这就过去。表哥，你去吧。堂儿，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娶她也不过是父亲的意思。表哥，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桃儿的。侯爷，不好了，不好了！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夫人，那花轿被人抢走了。什么？花轿被抢了？那嫁妆呢？也跟着走了。什么？爹，不是说了，直接找只公鸡与那女人拜堂就行了吗？混账玩意，哪有让公鸡带拜堂的道理？爹，当初您不是同意了吗？哎呦，继同啊，你那夫人被人给抢了。抢了？就那低贱的商贾女，哪个眼瞎的抢去了？被抢了就被抢了，我本就不想娶。胡说什么？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把李氏给追回来！我现在就去。看你生的好儿子。这李氏就是脚家精，丧门星，要不是看嫁妆，才不让他委屈我。老王妃，世子他。老刘，瞧把你急的，可是青石又惹了什么祸了？世子没受伤吧？哎呦，老王妃，世子没事，就是世子不知从哪抬了顶花轿回来，说什么？
说是抢回来给王爷当新王妃的。这小子果然是想要娘了。老王妃，这新王妃的嫁妆实在有些多。还有嫁妆？老王妃也顾不上其他，赶紧到前头看情况去了。李知微晕乎乎的出了花轿，见陌生环境，一时反应不过来。妞长得不赖，这位公子，你是？你听好了，我便是你的儿子。小爷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小爷我叫许青石。许青石，这不是安王世子的名字吗？民女见过世子殿下。李知微左右扫视了一圈，也没见有家中大人。你在找谁？世子殿下，这里是安王府吗？不知府中大人可在？你有事与本世子说就好了，这府中有什么是我说了不算的？你能做主？我当然能做主了。世子，我为什么会到这？自然是我带回来的。你不相信我？民女不敢。世子，外头的东西放不下了，放哪啊？什么东西放不下了？那个，就是这位姑娘的嫁妆，实在太多了，王府放不下了。嫁妆是什么东西？世子，女子嫁人那都是有嫁妆的，这里家小姐的嫁妆比较多。那能有多少？竟然连我安王府都放不下。世子，您赶紧看看去吧，如今前院已经堆满了，可这只是一部分而已。青石哪整来这么多东西？老王妃越看越心惊，饶是她见多识广，也没见过哪家嫁女儿有这么多嫁妆的。世子在哪？回老王妃，世子此时正在内厅呢。这时便看到哭不出来的许青石与谢衍之，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穿大红喜服的姑娘。你这嫁人把你娘家都搬空了吗？民女的爹娘怕民女在夫家受委屈，所以给民女备下了丰厚的嫁妆。那是什么东西？青石，休得无礼！祖母，您怎么来了？我再不来，竟不知你会做下如此糊涂之事。哎，姑娘，实在是抱歉，是老身娇孙无方，才让他做了如此糊涂事。民女李知微见过老王妃，此事是民女要感谢世子，若非世子，民女此时怕是还在汝安侯府门口吃闭门羹呢。哦，还有这事，不知姑娘要嫁的是汝安侯府哪位公子？民女娘家姓李，3个月前汝安侯府上门为世子求娶，家父被程颐打动，备了1360台嫁妆，可我千里迢迢来京城，连侯府门都没进去。祖母，孙儿就是看他孤零零在汝安侯府太可怜，才把人带回来的。反正父王不还缺位王妃吗？孙儿觉得这位姐姐正好。姑娘，既然你是汝安侯府的新媳妇，想必一会汝安侯府定会派人来接你才是。看来老王妃没打算帮我，也是，我本就没有让人家必须帮我的理由。祖母，那汝安侯府世子3天前就已经娶亲了，你当时还让刘叔去送了贺礼，你忘了？你与这汝安侯府可有婚书？回老王妃，有的。许鹤鸣被老王妃召唤回府，一进院看到满院红绸，顿时头皮发麻。许青石，是不是你又闯什么祸了？祖母，我可是太想要个母妃了，况且这位姐姐长得那般好看，与父王站一块多登对，将来他们再生个弟弟妹妹，肯定也好看。姑娘，要不你考虑我儿子？糟了，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厅里怎么有个穿大红嫁衣的女子？上辈子进京城后就被林家关在后院，从没见过安王，没想到他这般威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我今天给你抢了个后娘回来，你看后娘是不是很漂亮？王爷看不见我，王爷看不见我。小姐，您怎么来这了？我追了半天，差点跟丢。这位世子带我来的。许青石，你怎么解释？父王，别人都有母亲，就孩儿没有。既然父王你不给孩儿一个母亲，那孩儿便自己带一个回来。
都怪你，让孩子受这么大委屈。这位姑娘，是徐某教子无方，给姑娘添麻烦了，不如徐某派人送姑娘回去吧。父王，你不会这么狠心吧？你要将她送回汝安侯府去受那白眼。父王，你这不是帮着姐姐，你是害了她。切，你一个小孩子瞎说什么？父王，难道你觉得她不好看？求安王殿下给民女条活路。汝安侯府假意娶民女为妻，实则3天前已娶周家女儿为正妻。今日我还没进门就被晾在门外，就算进了林家也没好日子。我家是卑微，这些嫁妆不是底气，反是催命符。你想让我怎么帮你？民女想要用这些嫁妆换2个请求。什么请求？民女一求解除与林家的亲事，2求王爷能护我爹娘周全。就这些？王爷，不知民女这1360台嫁妆能否替民女换爹娘平安？赫儿，此事你看。母亲，我进宫一趟，这些东西让人找个院子先放好。老奴这就让人将东西送西厢院去。没眼力见的，你连你家小姐嫁谁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该往哪里抬不知道？哟，这是哪来的狗，竟然敢在安王府门口吠！安王世子，您这话说的，听说您请内子到府上做客，在下这不是来接他回府来了。林大公子怕是记错了吧？你林家的少夫人不是在府中好好待着吗？该不会是年纪轻轻就老眼昏花了吧？林继同嘴角抽了抽。世子，不知王爷可在府上？汝安侯，本世子的父王今日不在府中，你有什么事直接与本世子说便可以了。不知府中老王妃可在？汝安侯，你好生无礼！我祖母可是府中女眷，你一个外男张口就要见，安的什么心？你该不会对我祖母有觊觎之心吧？来人，先将这些东西带回汝安侯府，回头我自会与安王殿下赔罪。汝安侯，你想要到我安王府抢东西？抢东西？安王世子怕是弄错了，这是我汝安侯府的东西，本侯倒要问，我府中的东西为何会在安王府？莫不是安王府的人竟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汝安侯，你说话可要有证据，这些是我安王府的东西，莫不是觉得我年纪小就可以欺负？许鹤鸣已经跟皇上说明情况。你说汝安侯府特意去临安县向首富李家提亲的？是的，皇上，微臣看那李氏带来的嫁妆，怕是李家将尽数家产都拿出来了才是。那李氏怎么说的？回皇上，那李氏说愿意将那些嫁妆无偿捐献给朝廷。哦，他就没什么要求。回皇上，李氏有2个小要求。李氏想要解除与汝安侯府的亲事，还想要护李家夫妇周全。护李家夫妇周全倒不难，只是解除婚约，朕一时没合适的理由。若是李氏嫁妆不丰厚，朕还好办，可他捐嫁妆，朕直接下旨，世人会说朕贪图嫁妆，名声不好。那就让李氏嫁汝安侯府去。哎，这样岂不是显得咱们太不近人情了吗？鹤鸣啊，这人是青石带回来的，青石这孩子渐渐大了，身边也该有个母亲照料才是。许鹤鸣想起亡妻难产去世后就没有再娶了。许爱卿可有心仪的姑娘？朱景臣难得有点良心的想着，若是许鹤鸣有心仪的姑娘，他就想法子找旁人娶了李之薇，实在不行，自己勉为其难将人纳入宫中也不是不行。皇上，微臣在京城中的名声能值小儿夜啼。老许，你脸不差，怎么就不招姑娘待见？那李氏长得好看吗？好看。既然如此，便委屈许爱卿了。这人即是青石抢回去的后娘，爱卿收下便是，可不能辜负了青石的一片用心才是。许鹤鸣不敢置信地看着朱景臣。可，鹤鸣啊，你也知道，这李家的嫁妆想必让京城中许多人都眼红，朕哪怕身为皇上，也不好与臣子相争。许鹤鸣轻叹了口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皇上只是想要他娶妻，而且她确实好看。臣遵旨。老许，你偷偷把嫁妆运去南方，解决水患问题，之后朕罚你闭门思过，
掩人耳目。臣定不负使命。安王府，许鹤鸣回府后犹豫，不知道该怎么说。父王，皇上没同意吗？鹤儿，到底怎么样了？父王，你不愿意娶她，那我娶了她总行了吧？反正人是我带回来的。李之微吓了一大跳，他是想要跳离火坑没错，可没想要坑一个孩子。王爷，世子，老王妃，这是万万不可。民女自知身份低贱，配不上世子。要不还是我娶。老王妃嘴角抽抽。胭脂啊，此事与你无关。求母亲做主，替儿子操办与李氏的亲事。那为娘让人挑个黄道吉日。母亲，择日不如撞日，儿子今日便与李氏成亲。今天，这会不会太快了？母亲，此事便按儿子说的办吧。刘明，按鹤儿说的去办。是，老王妃，老奴这就去办。王爷，此事不妥。难不成李小姐还想嫁入安侯府去？民女自知身份低微，配不上王爷。你不愿意嫁给本王？漂亮姐姐，你看不上我父王，是因为更喜欢我吗？民女自知身份低微，不敢高攀王府。本王都不嫌弃，你何必在意？民女不想与人共侍一夫。今日这事，你没有拒绝的权利。知微啊，你这话，那周氏都去了那么多年了。老王妃，民女不是这意思，民女是不想与人为妾。许鹤鸣闻言，这才松了口气，原来他是怕做妾，不是嫌弃他。我父王也没说要纳你为妾啊。这下轮到李之微不解了，安王难道要娶她为王妃？李之微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与许鹤鸣拜堂了。林启华黑着脸，刚回到了汝安侯府，就听说安王与李之微已经拜堂成亲了。安王竟敢抢我儿媳妇！爹，现在怎么办？那李氏嫁人就嫁人了，可那些嫁妆可不能落入那些贼人手中啊！孽畜！要不是你把人晾在府外，嫁妆早进府了。老爷，您打童儿做什么？那些东西又不是他让人抬去安王府的。都是你纵着他，要是他不犯糊涂，先娶你那侄女，何至于有今天这一出？老爷，当初童儿娶堂儿一事，你可是同意的，如今却将一事挂到妾身头上。你赶紧让人去李家传信，让李家派人过来。周雨堂本想安抚林启华夫妇的，听到要去李家传信，转身回房。小姐，他们该不会还想让那李氏进门吧？哼，他们倒是想，不过那李氏已经嫁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翠果，收拾一下，咱们早些歇息吧。小姐，可是王爷还没回来呢。王爷不会来的。李之微想了想，或许王爷娶她，也只是为了她的嫁妆有个名录吧。鹤儿，你今日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母亲，这是皇上的意思，李氏那些嫁妆需要有个理由拿走。你既然娶了李氏，可有想过往后？母亲，此时若是李氏事后想要离开，儿子会给他懿旨和离书。青石也大了，你忙公务，我也老了，他需要人教导。李氏看着识大体，不如让李氏往后替你好好教导青石。那便按母亲说的办吧。那便由你自己去与李氏说吧。王爷，许氏王妃今日累了。许鹤鸣想着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要被皇上责罚留在府中，便叹了口气，想打算去书房将就一晚。王爷，您不是有话要与王妃说吗？毕竟自家王爷也宿了这么多年了，如今好不容易娶了王妃，那也该好好享福了才是。王爷，你怎么来了？李之微心中大惊，他以为王爷应该不是真心要娶她的。本王知道今日委屈你了，你与侯府亲事有3媒6聘，单说骗婚证据不足，只有我将你娶了，汝安侯府才不能刁难你。民女谢王爷。若是他日你有喜欢之人，本王也会送你一纸放妻书。若是王爷遇到心仪的姑娘，也请王爷给民女一纸放妻书。好，本王公务繁忙，青石就麻烦你多帮忙照顾一下。李之微瞪大双眼，他照顾安王世子，他能做到吗？民女怕照顾不周。怎么还自称民女？你是本王的王妃，况且你这额娘可是青石自己找的，她定不会不听你的。
若是他不听，你可以与本王说。妾身知道了。早些歇息吧。李知微瞪大双眼，想到要与安王圆房，李知微心里一阵慌乱。要知道，上一世她虽然嫁给了林继同，其实她与林继同并未圆房。想到这，李知微心里又有些期待。这一世，她既已嫁给了安王，已经扭转了上一世惨死的结局。妾身给王爷更衣。突然的馨香让安王一时也不知所措了起来。他不是未经人事的男女，只是不知为何，他又怕回头李知微会后悔嫁自己。本王去书房睡吧。王爷，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若是您不速在妾身这，明日让王府中人要如何编排妾身？妾身进王府本也不是光明正大，若是他人再因此看不起妾身，你确定要留本王？妾身已是王爷的妻，服侍王爷不是应该的吗？不后悔。妾身是心甘情愿嫁给王爷的。既然如此，那本王便成全你。愿地久天长，天连理，第一双谁心相依？听溪泉绕窗堤，朝朝暮暮不相忘。任岁月悠悠共守望，海枯石烂伴君旁。翌日清晨，祖母，好了吗？好了，孙儿要回去歇息了。孙儿还没睡醒呢。你这孩子，母妃是你挑的，今日得给她尝尝脸。祖母，我父王还会打新母妃不成？许清时脑海中竟然有一个许鹤鸣拿着鞭子抽李知微的画面，瞬间就不困了。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王爷疼爱王妃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打王妃呢？毕竟王爷昨晚可是叫了3次水，想必对这新王妃也是十分疼爱的。嬷嬷，你怎么知道？我父王可凶了，外人都说他能知小儿液体。你父王凶，那也是对外人，他何时凶过你？话音刚落，许鹤鸣便扶着李知微进了内院。儿媳给母亲请安。儿子见过母亲。王妃，赶紧给老王妃敬茶吧。请婆母喝茶。上辈子新婚夜林继同去周雨堂那，还被强按头给周雨堂敬茶。好，既然进了这安王府的大门，往后你便是安王府的人，一言一行绝要以安王府为尊，切莫折了安王府的颜面。如今你既然已是安王妃，那便早日替我儿开枝散叶，早日给青石添几个弟弟妹妹。妾身谨遵婆母教导。娘，孩儿与李氏还有要事要办，没什么别的事，就先回去了。许鹤鸣怕李知微跪久了身子骨吃不消。父王，你能有什么事？你今儿怎么不去衙门里了？主子，您看，咱王爷这是心疼王妃呢。母妃，他打你了。许清时的位置恰好能看到李知微脖子处的痕迹。清时，你胡说什么呢？祖母，我没有胡说，父王就是打了母妃，母妃身上都有伤，肯定是父王打的。李知微先是一愣，随即羞红了脸。许鹤鸣这下也不自在地轻咳了一声：“你这孩子，胡说什么？这话可不能再与旁人说。你父王没打你母妃，那是喜欢你母妃，等你长大就明白了。”真的吗？世子，王爷真的没有欺负我。臭小子，你父王我是这样的人吗？谁知道父王是不是人面禽心，就爱打人呢？看来你还是欠管教啊。王爷，世子还小，他是不懂，这些往后慢慢教导便是。你护着他。妾身即是世子的继母，那也是世子的母亲，理应护着世子。老王妃和罗嬷嬷对李知微的表现满意点头。既然如此，那他往后归你管，若是再犯，可别怪本王不客气了。妾身会好好教导世子，只是妾身不懂王府规矩，还望王爷与婆母指点。李氏，你起来吧。知微啊，老婆子我知道，让你匆忙决定嫁到王府，是委屈了你，不过这些往后老婆子不记你。婆母，知微不委屈，能嫁入王府，是知微高攀了王妃，也是王府救知微与爹娘于水火之中。这是我当年嫁你父王时，
我母亲给我的嫁妆手镯，今日传给你，希望你往后再传给儿孙。既是母亲给你的，你收下便是。谢母亲。你嫁给赫儿这事也是突然，想必亲家公、亲家母还不知情，你看是否让人去与他们知会一声？我这便给我爹娘书信一封，还望王爷派人去趟礼安县，给我爹娘说一声，万不能让林家以我的名义向我爹娘索要财物。上辈子林家就这么做，害爹娘惨死，这辈子绝不能再发生。王妃放心，此事本王定会让人去办妥。父王、母妃，我能请小伙伴们来府上做客吗？你想请何人来府中？哼，谁让他们都欺负我没母妃的？那些人平日里便是这样欺负你的。祖母，您是不知，那魏和瑞天天在孙儿面前炫耀他娘亲对他多好，还给他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孙儿没母妃，孙儿什么都没有。世子想要9连环，你有？许青石瞪大了双眼看着向李之薇，有。世子想要多少？我能要很多吗？3、5个还是可以的。母妃，你就是我最爱的母妃。魏和瑞只有一个就炫耀，他有3、5个，岂不是让大家都羡慕他？去，一边去，我与你母妃还有事呢。父王，你赶紧去忙你的公务吧，你放心，母妃我会照顾好的。许鹤鸣嘴角抽抽，想要说什么时候的，却是看到皇上身边的刘公公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安王殿下，老王妃。刘公公，可是皇上有事？安王殿下，皇上宣您与安王妃进宫呢。刘公公，我能一起去吗？我好久没见三皇子殿下了。许青石想着，若是皇上要责罚新母妃，他还能让三皇子向皇上求情。三殿下若是看到小世子，定是十分开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御书房，皇上没有理会下手的林启华夫妇和林继同。皇上，林常在求见。让他进来吧，再去请皇后过来。婢妾见过皇上，皇上万福金安。你怎么过来了？婢妾许久未见爹娘了，听闻爹娘进宫，这才斗胆过来看看，还望皇上饶恕婢妾不请自来。林常在消息倒是灵通，是宫里人知晓，婢妾思念家人，这才说漏了嘴。你宫里的宫婢倒是用心。一旁的林启华心里有些着急，他本是不想让女儿掺和到其中来，女儿在宫里需要银钱打点，李家财产拿不到，他想生位分难，他又没机会立功。行吧，汝安侯、安王他们还没来，你们先到永寿宫去。婢妾谢皇上。永寿宫正殿住着兰妃，御有5皇子朱鸿宾，偏殿住林常在。主子，偏殿那位家人来了。来就来了，没皇上恩准，他还能偷偷带人进来。林常在怀的龙胎才4月，能不能生还不一定。主子，听说汝安侯府世子定的商贾女被安王抢了。哦，那女子是什么身份？是李安县商户之女。李家？莫不是兰诺国首富李家？首富？若真是，林家怎会谅他在府外让安王世子捡走？林家那群蠢货，指不定为无足轻重的事，把人晾外头了。你们说什么？没了李家助力，我在宫里怎么往上爬？大姐，是那李氏水性杨花跟安王世子走的。爹娘，弟弟糊涂，你们也纵着。周雨堂想进门，多等几天不行吗？兰芝，别气，小心龙胎。我们也没想到这商贾女气性这么大。小小的商贾之女，有几个商贾女能富可敌国？你们让她在府外等了2个时辰。哎呦，不就是2个时辰吗？娘这也是觉得她一个商贾出身，怕她一时收不住性子，这才想着磨磨她的性子，日后能为我们所用吗？安王世子一个5岁的孩子，抢人去能做什么？你们事后就不会去安王将人给要回来？我们去了，可是安王府压根就不放人。你们在安王府见到的是谁？只见到安王世子与王府管家。你们就没再去府中拜访老王妃？谁说没去呢？那老王妃压根就不见我们。不见你们？那今天呢？你们没去。今日不是想着进宫，找皇上替我们做主吗？行了，你们今日进宫是为了什么？自然是让皇上替我们汝安侯府做主啊！许青石那小崽子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将我们汝安侯府的世子夫人抢走了，这人不得要回来。把人要回去，那周雨堂，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姐，这事又不是雨堂的错。不是他的错，要不是这狐狸精勾着你不放，你至于将人晾那么久？兰芝，这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做才好？行了，你们一会只管向皇上道歉就行，其他的让我来说便是了。你说什么？你给自己抢了个后娘？对啊，我和你说，我后娘可漂亮了，你娘没告诉你，越漂亮的女人越毒吗？后宫漂亮女人都想害我，母后说我小时候差点被毒死。没有啊，我母妃生下我就没了，她也没来得及和我说什么，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也是哟，对不起，刚刚是本王说错话了。没关系，不过我觉得后娘是好人，她答应送我9连环呢。打住，你可是安王世子，怎么能被这点蝇头小利收买？现在她对你好，指不定是做给你父王与祖母看的，反正我不相信后娘有好的。你的意思是后娘会害我？你可千万不能相信那女人的鬼话。微臣参见皇上。臣妇参见皇上。既然如此，你便先在安王府委屈一段时间，回头等这事了了后，朕便做主替你们解除了婚约。皇上，这位已是微臣的妻。李氏，你真心愿意嫁给这死人脸的安王吗？李知微这下有些为难了，说愿意向高攀，说不愿意怕被分开，怎么办？皇上，您还是别为难臣的王妃了。行了，行了，我也不为难你俩了。不过，你可想好怎么回汝安侯府的人？皇上，汝安侯与夫人、世子还有林常在来了。微臣参见皇上。婢妾见过皇上。林常在怀着身孕，没事就不要往前头凑了。婢妾谢皇上关心，身子骨好着呢，定不会有损龙胎。汝安侯，不知你可还有什么事？求皇上替微臣做主啊！哦，汝安侯想让朕替你做什么主？皇上，昨日小儿成亲，这安王世子却是公然在街上抢了微臣府中纳媳妇。事后微臣去安王府要人，安王府却是拒不归还。皇上，这安王府实在是欺人太甚。若是朕记得不错，4天前你不是才娶了儿媳妇？当时朕还让刘公公去给了封赏呢。怎么昨日又娶亲？皇上，犬子与李家姑娘的亲事早就定下的。皇上，汝安侯府先娶正妻，又晾着李氏，犬子思念母亲才带她回府，是臣管教无方，小儿不知哪里找了合欢散，昨晚让微臣与李氏喝下，我俩已圆房，求皇上体谅臣早年丧妻，我儿早年丧母，全了这姻缘，臣愿拿1200白银补偿汝安侯府。求皇上成全民女与安王。皇上，李氏是微臣3媒6聘的正妻，不是妾室。昨晚李氏与安王之事，也是汝安侯府有错在先。事到如今，我们只想回到从前。昨日之事，微臣与犬子会将此事烂在心底。林继同却是一脸不满地看向林启华，他本就不情愿娶李知微，如今没了清白的李知微，他更不愿意娶了。皇上，汝安侯不介意民女与王爷有夫妻之实，想必世子对民女情深不已，可民女罪孽深重，实在没脸再嫁世子。李氏，你一个没清白的商贾女，哪来的脸选嫁不嫁？林常在，李氏是本王的王妃。安王殿下，就算您是王爷，也不能强他人妻不是。李知微，你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难道不知道好女不二嫁吗？民女自知身份卑微，高攀不起汝安侯府，可当初是汝安侯府到李家求娶，我们才带丰厚嫁妆来京城的，哪曾想林家关门闭客，是安王世子怜我，才将我带进安王府。知微啊，这事是继同不对，我们已经教育过他了，有什么回去再说吧。皇上，我愿意将我所有的嫁妆捐给朝廷。皇上，南方水患，边关战急，的确需要银钱，李家此番一举，能解朝廷燃眉之急。除去嫁妆，李家还愿意拿出50万两白银，30万石粮食用于南方水患。既然李小姐有此心，
朕甚感欣慰。既然如此，朕便代表朝廷感谢李小姐与李家的大义。能替皇上分忧，也是汝安侯府的福分。李小姐，你可有什么想要的奖赏？民女求皇上替民女做主，解除与林家的亲事。我尚未进林家大门，未拜堂，未行周公之礼，不作数。况且林世子已与周家小姐成亲，民女不愿嫁他为妾。皇上，小儿先让妾室进门是失礼，可继同与李小姐交换了更替。父亲，阿唐妹妹不是妾。住嘴！既是如此，朕便恩准林李两家亲事作罢。皇上，徐爱卿，传朕旨意，宣李天佑进宫面圣吧。李天佑会挣钱，拉拢他替朝廷效力，朕就不用紧裤腰带了。皇上，李天佑如今在李安县，一时难以进宫。无妨，来了京城便进宫。民女谢皇上隆恩。徐爱卿，李天佑进宫前，李小姐暂居安王府，你代为招待，万不可轻待。林爱卿，亲事作罢，别再打扰李小姐。皇上，民女有部分嫁妆已送林家，如今亲事作罢，那些东西……李之威，那些东西是我林家的，东西都给他表妹周雨堂了，不能还。皇上放心，微臣定将嫁妆如数归还李小姐。刘公公，回头你让户部的人直接去汝安侯府和安王府，将那些东西直接抬到国库去。奴才遵旨。李小姐真没有什么想要求朕的。皇上，微臣有事想求皇上成全。不知许爱卿与李小姐有什么事要求朕？微臣仰慕李小姐，想求皇上给我与李小姐赐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李安县李家，李天佑在屋内踱步忧心女儿，姚氏因女儿远嫁病倒了，也不知薇儿那边一切可顺利。老爷，大小姐嫁去京城，可是当汝安侯世子夫人的，是去享福的。可我这心里头啊，一直突突的跳，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哎，夫人今日好些了吗？夫人还是老样子，夫人身子本就弱，又因小姐远嫁伤心。这时羽林卫吴三骑马到李家门前，敲了敲门。这里是李天佑，李家吗？这位官爷，您找谁？请问这里可是李天佑，李大善人家？是的，不知官爷要找谁？我是羽林卫吴三，特奉皇上的旨意，来请李大善人进宫面圣的。这是你家大小姐给李大善人的信。官爷里面请。老爷，也不知薇儿可有到京城？定是到了的，等你身子骨好些了，咱们也迁到京城去。到时候你想去看薇儿，随时去。老爷，有贵客求见。老爷，你去忙吧，我没事。那你先休息，我去就来。周叔，你仔细说，到底怎么回事？别是薇儿出事了。来人是羽林卫，叫吴三，说奉了皇上旨意，人现在前厅等着。这信上的字，我认的是大小姐的。李天佑拆信，先喜见女儿字迹，看完内容后气得发抖，急得在院中踱步。老爷，大小姐信中说了什么？知薇没嫁到林家。什么？可林家不是主动上门求娶的吗？老爷，可是小姐发现了林家的企图，才没嫁过去。定是如此。知薇捐嫁妆给朝廷，想必也是为了护我李家周全。老爷，小姐还在信中说了什么？知薇让我准备50万两白银，30万石粮食，用于南方水患。快，立刻去筹备银粮。老爷，那吴三官爷还在前厅等着呢，您要不先去见见？对，得去见见。官爷，实在抱歉，李某来迟了。李大善人，让官爷久等了，实在是消息突然，李某一时慌了神。无妨，还望李大善人准备好，早些与在下进宫面圣。是，只是小女信中要准备的东西较多，可能需耽搁1日，不如官爷在府中稍作休息，待准备妥当便启程。自然是可以的，多谢官爷。启彤哥哥，这些可是你给我的。雨堂，听话，这些东西得交出去。林继彤心里也不想将这些东西都交出去，可是他知道这次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来。我不管，给了我就是我的。这些东西随便哪一件都不是他平日里想要便能买到的。行了，回头我再给你买就是了。不行。世子，老爷问您，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行了，你别闹了，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
什么叫不是我的？表哥，你是不是喜欢上李知微了？所以要把这些还给他。这些东西如今已经是朝廷的了，如果你想要站着，一会户部来拿东西，你别怪我没与你说。林继同从来不知道周雨堂竟然这般无礼，心里有些后悔，当初就不该听他的。李知微已是他夫人，嫁妆也由他支配。表哥，你莫不是后悔了？行了，你瞎想什么呢？东西我先送爹那去了。夫人，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怎么知道？这东西是老爷要的，我还能去抢回来不成？东西齐了没？老爷，还有些没找到。没找到？你觉得老夫是好糊弄的？老爷，我们可是也有给李家下聘的，既然他的嫁妆要拿走，可聘礼不得还给我们吗？胡闹！我们给的那点东西要回来丢老夫的脸吗？老实交代，那些东西去哪了？在娘娘那。糊涂！人没娶回来就把东西送进宫，皇上本就对我们印象不好，怎么屈要？老爷，如今可如何是好？早知如此，当初做什么去了？先库房拿东西贴不上，若是问起来，便说东西被府中下人不小心摔坏了。父王，你来看，这里原本堆满东西的。父王，你就没什么想说的？没事，这是父王知道。父王，你该不会还克子吧？孩儿哪天不会被你克没了吧？许鹤鸣满头问号。父王，你看，后娘才嫁你一天就成穷鬼，我娘嫁你现在人都没了。莫要胡说八道。孩儿又没说错。李氏的嫁妆是他自愿捐赠给朝廷的，可不是本王的原因。父王，你还是赶紧去跟后娘说吧，孩儿给他留下2件东西。什么？你留了什么？许鹤鸣看到是长寿棺和拔步床，松了口气，又无奈。轻松，去取2万两银票过来。父王，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墨雨，带公子回凉七院去。不是，你要去干嘛？为何要支开我？小世子，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不行，我要去找后娘。后娘，小世子，您怎么过来了？我说后娘，你怎么这么没用？小世子，您这话是何意啊？你说你刚嫁进王府，嫁妆都被人搬空了，我父王让你交出去，你就一点也不留。院中众人一愣，忍不住偷笑。小世子误会了，那些东西是我自愿交出去的，与王爷无关。那你咋不给自己留点？没事，那些东西没了，再挣就是了。初曦，跟我走。小世子，您该回去了。小世子，您走慢点，别摔了。许清时带李知微到放嫁妆的库房门口。怎么了？哎，看你这心大的，你没看到嫁妆都搬走了吗？你啥都不剩，如何在王府立足？谢小世子提醒。你去看看。哼，这家没我，得散。真是可怜，被父王迷得是非不分，以后有他哭的。当看到屋中摆放着自己的拔步床和长寿棺时，李知微一愣。怎么样？高兴吧？这可是小爷我特意给你留下的。小世子，这东西如今已经不是我的了，可不能留下。放心吧，一切有本世子在，黄伯伯定不会怪罪。实在不行，让三皇子去哭，皇上最怕这个。小世子，我知道你一片好意，只是这些东西是我自愿要交给皇上的。你这女人怎么这般不识好歹？我可是好心替你留下的东西，你竟然嫌弃。皇宫，唐修勇向朱景臣禀报李知微的嫁妆。皇上，安王府那边留下了2样嫁妆，微臣没能带回。安王留下的？是安王府的小世子不让微臣拿走那2样东西。青石要的是什么？回皇上，小世子留下了李小姐的拔步床与长寿棺。你确定这不是安王要留下的？微臣并未在安王府见到安王殿下。这小东西眼力见到是挺奇特的，他不知道这是朕要的东西。皇上，这微臣也不知。行了，小孩子喜欢，拿去讨后娘欢心，朕也该成全1、2。皇上，那李小姐说汝安侯府还有不少东西，你去便是。微臣想求皇上赐下圣旨。刘公公，去吧。
许清时最终还是进宫了，和三皇子朱汉宇偷偷地躲在坤宁宫假山后。我说许清时，你是不是傻？那东西可是父皇让人去收的，你还给他留下，你不怕父皇降罪？我这不是来你这搬救兵了吗？万一黄伯伯要砍我头，你可得救我啊！等我父皇要砍你头的时候，我可救不了你。我一个小孩子说话，父皇可不会听。你也不用做什么，你只要去皇上跟前哭，他不答应放了我，你就不要停。万一我父皇连我一块砍呢？那咱俩生前是兄弟，死后是鬼兄弟，我才不要当鬼呢。他不满地看着许清时，实在不明白自己拿许清时当好友，对方却要拉着自己一起当鬼。那你就不救我了吗？我现在就去找我父皇哭。不行，得拉上母后一块去，要不然万一哭不出来，就救不了你了。我可不想当鬼。你这两只小泼猴，这是干嘛去了？见过皇后娘娘。母后，你赶紧陪儿臣去父皇那哭吧。你这孩子，好端端的找你父皇哭什么？母后，儿臣要救清时，再不去，儿臣就要当鬼了。什么救清时又要当鬼的？皇后娘娘，是清时不小心可能惹了黄伯伯不喜，三殿下才想救清时的。清时做了什么？他拿了父皇的东西。你胡说，我哪有拿黄伯伯的东西？怎么没有？那些东西既是你们答应给我父皇的，那不就是我父皇的吗？你私下留下，可问过我父皇同意了吗？他确实没跟皇上说，就私自留下了，好像真的不对。你这孩子就不要吓清时了。清时，黄伯伯的东西要先问过黄伯伯，经过同意后才能拿哟。皇后娘娘，清时知道了，清时这就去找黄伯伯。汉语，你陪清时去找你父皇吧。如果父皇公务繁忙，就等父皇忙完再去，可不能哭鼻子。母后，让清时自个去不行吗？我又没拿父皇的东西。清时还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这样，万一以后清时不带你出去玩了呢？事实上，他又何尝不是看在安王的面上，想让儿子与许清时交好呢？如今皇上位立太子，安王是心腹，若能助汉语一臂之力便好。你陪我去，到时候我那后娘有新鲜的好玩意，我也给你送一份。这可是你说的，可不能反悔啊！我何时骗过你？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皇后轻叹了口气。皇后娘娘，这安王世子这次犯的事，皇上不会怪罪吧？无妨，估计就是那商贾女答应捐赠给朝廷的东西，有什么是小世子瞧上的？那东西本就是因为小世子才让国库充盈，皇上想必不会怪罪。那安王是不是娶了那李家女为继王妃？回皇后娘娘，听说是的，不过这事皇上并未表态。去库房中挑几件得体的贺礼，给安王与安王妃送去，以表本宫对安王夫妇新婚之喜。是皇后娘娘。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许清时与朱汉宇两人到了御书房门口，都停住了脚步。这地方他俩可不敢乱闯。哟，这不是三殿下与安王世子吗？这是找皇上有事。刘公公，我父王这会可忙着。三殿下来得真巧，皇上这会刚忙完，要不您进去看看？皇上看到三殿下定然会十分开心。平日里三皇子见皇上跟老鼠见猫似的，今日主动找来，还是头一回。刘公公，麻烦你通传一声吧。朱景臣听说老三来找自己，还有些不敢置信的往外张望了一下，心想难不成天要下红雨了？皇上，三殿下与安王世子还在外头候着呢。让他们进来吧，朕倒想要看看这俩小崽子能有什么事找朕。听说许清时也在，大概知道是为了什么事了。想起许鹤鸣给的2万两银票，有点不放心，自己这穷皇帝竟然被臣子的2万两收买了。儿臣参见父皇。清时见过黄伯伯。沉浸在自己小心思里的朱景臣压根没听见两孩子的话。完了，父皇没叫免礼，该不会不愿意原谅许清时吧？我就不该陪他来。
兄弟，你害我啊！许清时只能心虚的当没看到三皇子投来的眼神。完了完了，皇上该不会要砍我头吧？皇上，哦，小三儿何清时来了。父皇，朱汉宇不满地看着朱景晨，他最讨厌人唤他小三了。小三儿，这是怎么了？皇上知道他气着称呼，刚才尴尬忘了改口，这气鼓鼓的样子真有意思，就想逗逗他。父皇，你坏！原本还想逗逗朱汉宇的朱景晨，这下傻眼了，这孩子怎么说哭就哭啊！许清时也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三皇子先是一愣，说好自己哭的，怎么许清时也哭了？三皇子哭得更卖力了，于是谁也不愿意服输的哇哇大哭起来。原本有一个孩子哭，朱景晨就有些受不了了，这回倒好，两娃齐放。朱景晨傻眼了，哎呦，两位小主子耶，这里可不是哭的地方哟。去找许鹤鸣那厮，让他把他家的小兔崽子领回去。老奴这就去。御书房内，朱景晨一脸颓废的看着两个哭声一声比一声高的小娃娃，满心困惑。小太监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皇上，林常在求见。不见。朱景晨正烦着，哪有心情见林兰芝？去请皇后过来。宫里能制住这混世魔王三皇子的，也就只有皇后了。皇上，婢妾似乎听到三殿下的哭声了，想来帮着哄一哄三殿下，可莫要让三殿下扰了皇上才是。朱景晨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殿外，却是没有理会林兰芝。侍卫们没有皇上的允许，始终拦着林兰芝，不肯让她进去。你们这是做什么？我可是皇上的妃嫔。林常在，您还是请回吧，皇上如今不便见你。放肆！你未进去通传，又岂知皇上不愿意见我？我肚子里怀的可是龙种，你可得罪得起？林常在，这里是御书房，还需要你告诉我这是哪？恰在此时，皇后往御书房赶过来。你不好好在永寿宫待着，跑这里做什么？皇后娘娘，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忙了，怎么三皇子还这般不懂事，去打扰皇上？林常在确定要在这与本宫说教。林兰芝对上皇后的眼神，没来由的心慌，可一想到自己怀着隆重，又硬起了心肠。皇后姐姐，妹妹知道您平日里忙，只是您再忙也不能让皇上看孩子啊，何况还是三皇子这般闹腾的孩子。宝宝，你以后可不能像三皇兄这样叨扰你父皇，知道吗？哎呦，皇后娘娘，您还是赶紧进去吧，想必皇上等急了。武公公，麻烦你进去与皇上说，不是本宫不想进去，是林常在要在此与本宫说教。武公公闻言脸色一白，又怨怼地看了林兰芝一眼，心想一个小小的常在也敢对皇后说教，他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御书房。林常在还有什么要与本宫说的吗？林兰芝看到皇后一副听她说教的架势，心中那叫一个得意。皇后又如何，还不得乖乖听她的？御书房内，朱景晨听完武公公的禀报，脸色瞬间黑沉下来。让他给朕滚进来。皇上让皇后娘娘进来吗？请皇后一道进来。武公公快步走出御书房。公公，皇上是不是让我进去了？皇后娘娘，皇上请您进去呢。有劳武公公了。皇后不急不慢地往御书房走去。那我呢？林常在，皇上让您滚进去。你胡说！林常在自己去问问皇上，便知奴才有没有说谎。哼，给我等着！林兰芝气冲冲地冲进御书房，还没进门就尖着嗓子喊了起来：“皇上！”坐在御书房的朱景晨闻言浑身一抖：“哪来的妖怪？给朕丢出去！”皇上，婢妾见过皇上。怎么，林常在这是不会说话了吗？朱汉宇和许清时见皇上突然变了脸色，哭得更响亮了。皇后姐姐，你看看三皇子哭成这样，你这当母亲的也不知道哄哄。林常在倒是有经验。皇上，不知这俩孩子怎么哭成这样？林常在倒是闲得很，怎么还要教朕怎么教育孩子？皇上，婢妾不是这个意思，婢妾说的是皇后姐姐。小三儿，你别哭了，告诉他是谁把你搞哭的。三皇子本见皇后来了，哭声已经小了些，一听朱景晨又叫他小三儿，哭声更大了。原本还纳闷的皇后有些不满地看着皇上，他就说：“好端端的，这俩孩子哭什么？”皇上明知朱汉宇不喜欢人叫他小三儿，还故意这样叫。皇后，要不您哄哄？皇上自己惹哭的，自个哄。皇后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皇上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哄孩子？您可是三皇子的亲生母亲，这事不得你来吗？林常在好大的架子。来人，
将这以下犯上的女人发落宗人府。朱景臣觉得这样的蠢货打入冷宫都是对皇宫的污染。皇上，她肚子里还怀着您的孩子呢。哼，先带下去，朕的孩子多的是，不差这一个。侍卫立刻上前将林兰芝拖了下去。皇后，朕将那讨厌的人赶走了，你看。母后，父皇欺负人，呜呜呜！一旁的许清时傻眼了，皇上没欺负人啊，他还以为是皇上要砍他的头，三皇子才哭的，原来是个误会。那他现在是哭还是不哭呢？孩儿不哭，母后在这呢。父皇怎么欺负你了？朕也没欺负他。你有，你叫我小三儿。你本来就是小三儿，朕哪里叫错了？呜，母后，儿臣不是小三儿，儿臣不当小三儿。皇后也是有些无语，他儿子是三皇子，皇上叫他小三儿，其实是真称不上欺负。皇上，安王来了。微臣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许鹤鸣看着傻愣在一旁的许清时，皱眉，不知道这臭小子今日又惹什么祸了。朱景臣如蒙大赦，松了口气。许爱卿，你总算来了。皇上，不知您请臣来是有什么吩咐吗？许爱卿啊，青石今日也不知是受了何惊喜，哭成这样。你呀，再忙也要顾着孩子哈。父王，回去再说。皇上，皇后娘娘，那微臣便先告退了。朱汉宇眼巴巴地看着能离开的许清时，他也想去安王府。许清时一直低着头，有些后怕地跟在许鹤鸣身后。你想什么呢？父王，你会打我吗？你今天进宫做什么？父王，孩儿错了。错哪了？错哪了？他其实没觉得自己有错啊，就是怕父王打他板子才认错的。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先问我。可您成天忙着各种事，孩儿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啊。他其实很仰慕自己的父亲，也想让许鹤鸣天天在家教他各种本领。那便去找。许鹤鸣想说去找祖母，可是想到母亲年纪大了，就会许清时这小皮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可以去找后娘吗？可以。父王，你说那后娘会不会打孩儿啊？谢衍之说后娘都是母老虎，可这后娘看着没老虎一半壮，难不成会变身？你若做错了事，就算他不打你，我也不会轻饶你。父王，孩儿会听话的。安王府内，李知微看着父子俩回府，有些奇怪。小世子是跟着王爷出去了啊？后娘，你是在等我吗？老王妃问起小世子好几次了，我这便在这等着。哎呦，我也想祖母了。后娘，你赶紧带我去见祖母吧。许清时说完便往慈安堂走去，李知微也跟着去了。你这皮猴，今天又疯哪去了？祖母。许清时想，若是一会父王揍自己的话，祖母应该能护着他吧。老王妃，小世子想必是饿了，不如知微让人去给小世子与老王妃准备点吃食。后娘，你从礼安县来，不如你给我做点礼安县的特色。若是小世子喜欢，那我便给世子与老王妃露一手。那我与青石可有口福喽。李知微用提前备好的牛乳做了双皮奶，这是他平日捣鼓的吃食，软糯适合老人孩子。很快，他端着2碗奶香浓郁的双皮奶返回。你这是什么玩意？知微啊，这叫什么？老婆子我瞧着挺稀奇的。老王妃，这叫双皮奶，您尝尝看。你没在里头下毒吧？你这孩子瞎说什么？祖母，我不是怕他别有用心吗？这人是你找来的，难不成你想害祖母不成？老王妃偏爱甜食，却浅尝即止。她本来想给李知微面子，打算多吃几口，可一勺双皮奶入口，便被其入口即化，甜度适中的口感惊艳，忍不住又咬了一勺。祖母，是不是很难吃？是啊。老王妃好久没吃到这么让自己胃口大开的食物了，不禁多吃了几口。对于小孙子的话，老王妃也是故意逗他的。我就知道你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既然小世子不吃，这碗老奴便帮你端下去吧。许清时正想让道了，却见祖母吃得津津有味，瞬间明白自己被耍了。祖母，你骗我！他舀了一勺放入嘴里，这才发现这东西不但闻着香，吃起来也是十分的可口。没一会功夫，许清时的双皮奶就见底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没吃够，眼巴巴盯着李知微。想不到知微还有这手艺，这便是李安县的特色美食吗？让老王妃见笑了。
这其实只是知微平日里捣鼓出来的吃食，并非李安县特色。好，我儿有福了。后娘，我还想吃。小世子，今日准备的牛奶不够，下次再给你做吧。其实他还留了2碗，一碗自己吃，一碗给许鹤鸣。而且这东西吃多了不易消化，得适量。那你明日让人多买点牛奶回来。许青石心想，到时候他定要出去与他的那些朋友们好好炫耀一下，他这后娘会做好吃的奶羹。书房内的许鹤鸣处理公务时，瞥见桌上一碗类似蛋羹的东西，皱起了眉。这是何物？回王爷，这是新王妃让人送来的，说是今日王妃亲自给老王妃与世子做了吃食，特意给您也送了一碗，让您品尝一下她的手艺。许鹤鸣不喜欢吃这些小东西。端下去吧。是，王爷。等等，回来，端过来吧。许鹤鸣心想，这好歹也是李志威的一片好心，尝尝也无妨。许鹤鸣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入口带着浓郁奶香，比想象中可口多了。不知不觉，一小碗双皮奶已被许鹤鸣吃完。吴三那边可传信回来，事情办得可顺利？王爷，武三说了，一切顺利。若是路途顺利的话，明日便能带着李家老爷进京了。让刘明收拾出西晋院，给岳父大人居住。住府上吗？原以为王爷最多将人安排在客栈，没想到竟让住府里。看来王爷对新王妃颇为重视。周家，你说什么？三小姐，大姑爷前几天娶了原本要嫁给汝安侯世子的李氏为继王妃。自家小姐可是做梦都想嫁去安王府，平时在京城就总往王府跑，想借着小世子跟王爷培养感情。可王爷一直很忙，老爷夫人也想过把小姐送过去，可王爷和老王妃都不同意，小姐却一直不死心。不可能，我不过出门几天，姐夫怎么可能就成亲了？他宁愿娶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都不要我。我可是青石嫡亲的小姨，还有谁比我更适合王妃之位？小姐若是不相信，可以去安王府看看。去就去，我周玉莹看上的东西就没有抢不回来的。这王妃之位本就该是我的，我倒要见见这个抢我位置的女人。周玉莹刚到安王府，便恰好遇到要出门的许鹤鸣。姐夫，周三小姐来了，青石在府上，你直接进去便是了。许鹤鸣说完，便头也不回的乘车离去。周三小姐，老奴这便领你去看小世子。刘管家，听说你们府上多了一位新王妃。周三小姐消息倒是挺灵通，说起来，这新王妃还是小世子给王爷找的呢。你说什么？青石挑的？要知道自己平日里可没少巴结这小屁孩，就算他要挑人，不应该当选人员是自己吗？自然是的。周三小姐不知道吧？小世子对新王妃可是十分欢喜的。是吗？周三小姐，这边请。凉七院，许青石正闹着要吃双皮奶。小世子，厨子们实在不会做这什么奶，做了好几碗，您都说不是。不对，这些都难吃死了，让他们再做。世子，要不奴才去找新王妃，让她给您做。不要，本世子才不要去求那人呢。小世子，周三小姐来看您了。她怎么来了？许青石一想到周玉莹，心里就有些烦躁。这女人总爱打听父王的事，他才不喜欢她当后娘，心眼太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还亲耳听到他跟丫鬟说，等嫁给父王就要把他这个碍眼的除去。世子，那这些东西我就撤下去了。放着。许青石眼珠一转，周玉莹来了正好，也该收点利息了。青石，小姨来看你了。三姨，好久不见，你又变漂亮了。还是青石的嘴甜。三姨，今日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三姨不来看你，你也不知道去周家找姨。周玉莹皱眉看着桌上的大碗小碗。青石，这些都是什么呀？三姨，这些都是父王让我吃的，我已经吃了好几碗，实在吃不下了。父王说，只要我吃完了，他就来陪我。是不是只要这些喝完了，姐夫就真的来陪你了？是啊，三姨，你看我这么小个人，哪喝得下这么多，肚子都快撑爆了。青石，你很希望你父王来陪你吗？父王好久都没陪我了。既然如此，今日姨帮你把这些吃了。不过你可不能跟别人说这些是姨吃的，好吗？周小姐，可这些是我家王爷特意给世子准备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别人只会以为是青石吃的。周玉莹吃第一碗时只觉得有些甜，第二碗就觉得味道怪异，
第3碗入口，险些吐了出来。许青石故作不解地看着周玉莹扭曲的脸。世子，王妃来了。谁要见她了？不见。青石，这是怎么了？李志威听说他一早折腾着要双皮奶，厨子没做好，特意拿块蛋糕来，先让他尝尝，等有牛奶了再做双皮奶。我不是说了不见你吗？既然青石不想见我，想来我这蛋糕青石也不想吃了，那我便拿回去吧。什么蛋糕？许青石一听蛋糕，就觉得这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李志威正要回应，才注意到一旁的周玉莹。这位姑娘是？娘，这是我三姨。三姨，这是我父王给我新娶的娘。原来是周三姑娘。这位便是李小姐吧？听闻李小姐与汝安侯的林世子有婚约，只是不知又是如何到了安王府呢？周三姑娘这消息似乎不怎么灵通呢。李志威感受到她的恶意，便也不再客气。李小姐这是在向本小姐炫耀吗？周三姑娘，我只是与你说件事实。我与汝安侯府有婚约不假，但我与汝安侯府解除婚约一事，可是皇上恩准的。莫不是周三姑娘觉得自己比皇上还厉害？李小姐不过是一介商户女，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撑起这安王府的门面吧？也不怕丢了安王府的脸？哦，那又如何？只要手中银钱充足，什么样的脸面没有？周家虽说是官宦之家，到底是家底一般。你以为上京世家贵族会如同你李安县那般充满铜锈味？周三姑娘倒是没有铜锈味，这头上的发簪都用着包浆了呢，也是可怜的。哎呦，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周三姑娘，你可别见怪。李志威这话让周玉莹羞愧不已，头上的金簪是她最喜欢的一只，也是她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只。周玉莹扬起手就想扇李志威，刘明想也不想，便挺身站在李志威跟前。周三小姐，你这是想做什么？李志威如今是王府的女主人，周玉莹若敢动王妃分毫，便是蔑视王府，王爷绝不会容忍。刘管家，这贱人！周三姑娘，请慎言，这是我们王府的王妃。周三姑娘来府上已有一会了，今日府中不便待客，周三姑娘还是请回吧。刘管家，你赶我离开！安王可是我的姐夫，你确定要帮这个低贱之人？李志威毫不犹豫，直接抬手给了周玉莹一巴掌。周三姑娘，这一巴掌我替你姐姐打了。这里是安王府，不是你家，岂容你一个外人在此撒野？你既知这里只是你姐夫家，可你却在这侮辱你姐夫的新婚妻子，是谁给你的权利？你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这贱人！就在此时，李天佑恰好赶到，看到周玉莹推搡女儿的一幕，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微微，他不知道，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自己的宝贝女儿还受了多少委屈。汝安侯府欺负她，如今在安王府竟也被人这般对待，这安王府不能待了，他一定要带女儿走。你在做什么？姐夫，李某感谢安王殿下对小女的照顾，如今李某既已进京，便先带小女回去了。岳父大人，安王殿下慎言，李某可担不起您一句岳父之称。微微与你之事，容后再议。微微，我们走。岳父大人，这是一场误会，老夫没有怪罪王爷的意思，只是老夫与小女还有许多话想说，还望王爷莫要阻拦。岳父大人出入京城，这边已经给您收拾好了院落，不如您先住下，再让知微陪您好好说话。不劳安王殿下费心了，老夫虽然不常待京城，但在这京城中还是有落脚之处的。今日老夫与小女先说说话，明日一早自会过来与王爷一道入宫面圣。李天佑带着李知微回到了京城的宅子西柳巷。爹，您别气了，其实今日这是意外，我也是第一次见那周三姑娘。你别说了，是爹没用。爹，女儿其实挺好的，您别气了。爹没生气，爹只是后悔当初就不该同意让你进京。爹，这不怪你，女儿也知道爹是想要女儿好，只是一切都会过去的。委屈你了。爹，您此次进京，女儿在信中与您说的那些东西可有备齐？微微放心，你要的东西我都给准备好了。爹，明日面圣，您千万别舍不得。比起这些身外之物，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微微放心，我知道的。汝安侯听说李天佑进京的消息，十分激动，他觉得这事还有转机。世子呢？叫他赶紧过来陪老夫去见个人。爹，你找我？
你这是去哪鬼混了？还不快去换身得体的衣裳，跟我去见你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李天佑。爹，我与李志威那贱人的婚约不是黄了吗？我还去见他爹？你懂什么？有了李家的那些银钱，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爹，你知道孩儿只想娶表妹。哼，想娶她，她能给你什么？一个破落户而已。爹，表妹也不想这样的，她的身世也不是她能选择的。况且你以前不也是同意孩儿娶她的吗？行了，她的事往后再议，先去见李天佑。爹，那李天佑不是在礼安县吗？怎么可能在京城？肯定是你听错了。你知道什么？明日一早，李天佑便要进宫面圣了，我们必须在他进宫之前见到他。李天佑进宫面圣？爹，他异界山谷，你还怕他不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爷，那汝安侯父子求见。他们还敢来？我还没去找这对虚伪父子算账，他们倒先找上门了。李天佑一想到他们汝安侯府这般欺辱他的女儿，就恨不得抽他们的皮，扒他们的筋。微微，你先回陛下，我会会这两人。爹，这两人如今与咱们已经没关系了，又何必见他们？他们来无非是看中了咱们李家的家产。你放心，爹有分寸。爹，我就在隔壁，你有什么事就叫一声。亲家，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到京城来了？汝安侯怕是叫错人了吧？亲家，你这话说的，之前是知微与这不孝子有误会，咱们把误会解开不就好了？臭小子，还不赶紧给你老丈人请罪！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林继同虽然不乐意，但是刚刚路上他可是已经答应他爹会好好哄这大傻子开心。老夫可担不起你这一句岳父，毕竟贵府的世子夫人可是另有其人，不知林侯爷与世子今日来是有什么事？逆子跪下，李兄，都是林母教子无方，才让这孩子犯下大错。如今他已经知错了，咱们两家的亲事可是走了3媒6聘的。您要是对这臭小子有什么不满，今日尽管出手。林侯爷，李某一介商贾，可受不起世子这一跪。李兄，这话说的，都说一个女婿半挂，季同既是你的女婿，给岳父下跪，你受得起？汝安侯是不是觉得李某在礼安县消息不灵通？你们当时信誓旦旦向我儿提亲，可大婚当日却大门紧闭，这就是你们家的态度？是林某教子无方。汝安侯既然知道是自己教子无方，还把人领到李某这，难不成汝安侯教不好的人，觉得李某有这个能力教好？林启华没想到李天佑竟然这般不给自己留情面。汝安侯请回吧。李天佑，你确定要这样做？刚刚我客气是给你脸面，如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别怪我无情了。汝安侯，你觉得李某想要怎么做，还需要汝安侯教吗？李天佑，你不过是一介商贾，该不会觉得自己有能力与我汝安侯府抗衡吧？还是你真觉得安王能看上你女儿？别做梦了，就连我儿子都瞧不上你家这商贾出身的女儿，安王可是皇上的心腹。哼，汝安侯倒是好生的算计，既然你儿子瞧不上我女儿，今日又假惺惺上门做什么？李天佑，我劝你最好识相点，我儿子能娶你女儿，那是你们李家几辈子烧高香才修来的福气。不好意思，这福气你还是自家留着，我李家不需要。爹，咱们走吧。这人就这态度，咱们何必求他？再说了，李家不过是一介商贾，他还能帮咱家不成？哼！世子说的不错，侯爷和世子还是请回吧。李天佑，你不要以为来了京城，见了皇上就能拿我怎么样。在这京城里，我林家虽然不至于只手遮天，但要捏死你一个小小的李家，还是不在话下的。是吗？那李某是个硬骨头，倒想看看汝安侯怎么捏死我这小小的李家。李天佑，汝安侯，你想做什么？安王殿下，您怎么来了？本王若是不来，倒是不知道原来汝安侯这般大的本事，竟然连本王的岳父也能任你拿捏。安王殿下，这是误会，误会。在下就是带季同来给李兄赔个不是的，是不是啊，李兄？林启华看着李天佑，眼带警告。哼，李某倒是不知，皇上明明已经同意解除这门亲事，
汝安侯与世子究竟是以何颜面要求这亲事继续的？汝安侯莫不是健忘，忘记刚刚你与我说了什么吧？林启华被李天佑无情揭穿的事实，恼得脸都黑了。李兄，你以为安王是真心帮你的吗？既然事实摊开了，林启华也就不装了。安王不过是图你李家的钱财罢了。你可知你李家贡献的那些东西，可是让皇上记了安王一大功呢？那真是可惜了，原本你们汝安侯府也能记一大功的，现在这机会是别人的了。李天佑，你该不会以为你女儿真能嫁给安王吧？安王不过是在利用你女儿而已，等你李家江郎才尽，拿不出银两的时候，李知微也不过是安王府的一介亡魂，到时候没了安王的撑腰，你李家就等着灭门吧。林启华说完，便怒气冲冲地甩袖而去。岳父大人，你且放心，这院子鹤鸣已经安排了侍卫守护，汝安侯府的人定是不能再来打扰你。安王殿下，你这声岳父，李某不敢当。你与知微的事，明日我自会求皇上做主。至于汝安侯府的人，他若敢来，李某也没有怕的道理。这时李知微走了出来。谢王爷出手相助。王妃打算一直与本王这般生疏下去吗？不知为何，许鹤鸣一点也不喜欢李知微与自己这样。他既然决定娶李知微，就没打算食言。安王殿下，民女觉得刚刚汝安侯有句话说的是对的，民女与你门不当户不对，当不起安王妃的重担。当不当得起，那也是本王说了算，是本王娶妃，又不是汝安侯，你又何必在意旁人说什么？我说后娘，你该不会为了不给我做双皮奶，特意躲这儿来吧？亏他还满心期待的等着李知微给自己做双皮奶，回头他还打算带一份进宫去找三皇子好炫耀一番。结果这女人竟然跑了。李天佑听到这孩子的话，眉头紧皱，看着这孩子看李知微的眼神，李天佑就觉得这孩子不好相遇。李天佑就想要发火，爹，是小世子救了女儿。听到女儿的话，怒火瞬间消散，是安王世子强行把女儿从汝安侯府带走，才让女儿免于受辱。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娘，也是可怜。世子，民女留在府中不合适，你若是还想吃双皮奶，明日民女再给你做如何？不行，你已经骗了我一次了。你就是救了我女儿的小世子是吧？叫外祖父。许清时想到周家外祖父，先是皱眉，那个外祖父他不是很喜欢，每次去都说些让他听不懂的话。眼前这外祖父看着倒温和，没有那周家外祖父讨人厌。外祖父，你这小家伙！李天佑有些无奈，便从怀里掏出5000两银票往许清时怀里塞。你既然叫我一声外祖父，那这便是外祖父给你的见面礼，你自己去买喜欢的东西。李天佑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是有些私心的。且不说女儿与这安王会如何，许清时救了自己的女儿，是不争的事实，救的可不仅仅是女儿，还有整个李家，那些可不是5000两银票能买到的。许清时看着这银票也是惊讶，他还是孩子，府中哪怕给他银票，其实也不会太多。5000两这样大手笔的银票，他还真的就没见过。爹，我让你带的那些东西，你带来了吗？带来了，不仅把你之前那些带来了，金师傅后来研究的一些新样式也都带来了，就在你隔壁房间的箱子里。翠果，快去取来。许鹤鸣站在一旁，感觉自己被彻底冷落，内心有些空落落的。没一会功夫，翠果急匆匆回来。小姐，那东西太重了，奴婢一人搬不动。岳父大人，王妃，我还有公务要忙，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你们有什么事，便与吴三说，我已经向皇上求了旨意，吴三这些日子都听候岳父大人的差遣。父王，你赶紧忙去，别打扰我们。安王殿下不必管老夫，汝安侯府的人，李某还是不惧的。王妃，你今日便在这陪岳父，明日我再来接你。青石，莫要扰了外祖父与你母亲。真啰嗦，你赶紧走。王爷还是先忙去吧。安王叹了口气，这里没一人挽留他，说不定他们挽留了，自己也能留下不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打开看看。后娘，你该不会在这里面藏了炸药吧？这女人该不会趁着父王不在，把我抓去卖给人贩子吧？世子殿下，你现在才担心我会不会把你卖了，是不是有点迟了？哼，那些说书先生不是说，后娘进门都不喜欢前头生的，要把前头的发卖了去。小世子觉得我要把你卖多少银子合适？李知微，我可是安王府世子，你要是真卖了我父王绝不会放过你的。那你还不赶紧打开？晚了，我可能就要改变主意了。
打开就打开，你不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女人，你别想自己一个人偷偷逃。我为什么要逃？你真的不打算看看？再晚一点，箱子都要自己关上了。许清时眼角余光瞥见箱子里的东西，瞬间瞪大双眼。9连环、鲁班锁，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李知微笑着将这空间留给了许清时，自己先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李知微亲自将李天佑送到宫门口。哟，这是谁啊？这不是我那下堂妻李小姐吗？昨日他在西柳巷受了一肚子的鸟气，回府后还被林启华好好骂了一顿。林继同越想越不甘心，你想做什么？这里可是宫门口。哎呦，世子，这个就是那个商户女，瞧着倒是有几分姿色啊。那纨绔眼里的欲望毫不掩饰，引得其他人大笑起来。小娘子，既然世子不要你，要不你跟了爷，爷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如何？你们离我家小姐远一点。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安王殿下治你们的罪吗？我家小姐可是安王妃。李知微，你真当你是镶金边的不成？安王妃，就你也配？就是安王殿下是谁？那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就算想娶公主都有可能，怎么会娶你家小姐这样一个下堂妇？我说，李知微，你可不会以为安王世子把你带回府中，就是安王要娶你的意思吧？别做梦了，安王不过是想拿你的嫁妆去皇上面前邀功罢了。就是安王世子不过是个孩子，他的话安王怎么可能会听？安王放着周家小姐不娶，娶你一个商户女，真是蛤蟆想吃天鹅肉。一阵更加放肆的嘲笑声再次响起。你们胡说，安王殿下可是亲口说了，我家小姐便是他的安王妃。李知微，你真当你是镶金边的不成？安王妃，就你也配？就是安王殿下是谁？那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就算想娶公主都有可能，怎么会娶你家小姐这样一个下堂妇？我说，李知微，你可不会以为安王世子把你带回府中，就是安王要娶你的意思吧？别做梦了，安王不过是想拿你的嫁妆去皇上面前邀功罢了。就是安王世子不过是个孩子，他的话安王怎么可能会听？安王放着周家小姐不娶，娶你一个商户女，真是蛤蟆想吃天鹅肉。一阵更加放肆的嘲笑声再次响起。你们胡说，安王殿下可是亲口说了，我家小姐便是他的安王妃。你说安王说了就说了，谁听到了？本少爷今日还就不信了，安王会看上你这样一个臭娘们。林继同上前一步，狠狠一巴掌甩在了李知微脸上。臭婊子，都是因为你，老子才被打。汝安侯世子，打狗还要看主人。如今我是安王府的人，你这样打我，就不怕安王报复吗？你当你是天仙？安王能看上你？哼，安王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如今你的所有嫁妆都进了国库，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一想到李知微的那些嫁妆原本该是自己的，如今却全进了国库，林继同怒火更盛，又狠狠甩了李知微一个巴掌。你怎么能打人？来人，把这臭娘们拉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林继同，你想做什么？这里可是宫门口，天子脚下，你这般放肆，就不怕连累汝安侯府吗？哼，李知微，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皇城脚下又如何？本世子打你，还需要经过皇上恩准不成？你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七少，你不是瞧上这娘们了吗？我这就把人给你送府上去，您尽情享用。哈哈，还是世子大方。那是，只要七少喜欢，几同定当把人给您送来。来人，把人给本少爷带走。你们放开我！李知微心中害怕极了，他不知道这齐少是什么身份，但是他肯定不能被他带走的。不远处的一辆马车上，周玉莹看着这一幕，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李知微，哼，敢肖想我的男人，就要承受这样的后果。没了你，安王终究会是我的。等我进了安王府，许清时那个臭小子，我再好好收拾。金銮殿内，草民李天佑见过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朱景臣之所以将这人召进宫，那是有目的的。传闻这李天佑挣钱十分有一套，国库之所以空虚，不就是因为户部那些人没用吗？有了他，国库就能哐哐长金币，再也没人敢嘲笑兰诺国穷了。李天佑，朕替兰诺国天下百姓感谢你李家的慷慨大义，能替皇上与天下百姓分忧，是李家的荣幸。传闻李家是咱兰诺国的首富之家，是吗？李天佑听了这话，心里直冒汗。哎，李天佑，你别害怕，这说明你经营有道，是好事。谢皇上夸赞。朕可不是夸赞你，想想户部能人众多，却没一个能像你这般能干的。李天佑这话便是不敢接了。李天佑，不知你可有意入朝为官啊？李天佑傻眼了，他想过很多种可能，就连皇上想要李家的全部家产都想过了，唯独没有想过皇上竟然会让他入朝为官。首辅大人冷朝宗却是想也不想便站了出来。皇上，这万万不可啊！户部刚有空缺，他还想安排自己的心腹进去。况且李天佑要是成了安王的岳父，那安王在朝中势力又会壮大，安王本就油盐不进，到时候更难掌控了。哦，难不成冷爱卿有更合适的人选不成？皇上，李善人乃是我兰诺国首富，对于挣钱定然极有法子。微臣斗胆进言，户部正缺李善人这样的人才，且户部刚好有一空缺，不知能否向皇上讨要李善人这样的能人。唐大人，你莫不是以为这李善人只会些黄白之物，就能让户部长银子不成？太傅程天元也站了出来。皇上，如今国库空虚，我们兰诺国缺的便是能挣银钱之人。微臣以为唐大人的建议正是我兰诺国所需要的，望皇上恩准。有太傅程天元打头阵，朝中不少文官纷纷附议，唯有冷朝宗一党依旧极力反对。安王府内，老王妃听完翠果慌张的禀报后，猛地站起身，怒火中烧。胡闹！我安王府的人，他也敢劫？当即带着一群王府侍卫浩浩荡荡地往冷家赶去。老王妃，今日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他以为今日老王妃上门，定是为了他的小女儿冷无与安王的亲事。他盯上安王这块肥肉很长时间了。冷夫人，贵府的教养真是极好的。刘明带人进去找人。老王妃，您这是做什么？吴氏这才反应过来，老王妃是怒气冲冲而来，并非为了亲事。她原本的笑脸瞬间收起，赶紧让人拦住刘明等人。冲进去，出了事，老婆子我一人担着。刘明不再犹豫，带着人直接往冷府院内冲去。他甚至直接压住了冷家的管家，逼着他带路前往冷齐的院子。吴氏一听去冷齐院中，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老王妃，您这是做什么？安王府虽然权势通天，可我家老爷好歹也是首辅大臣，您这样带人闯我府中，就不怕贵妃娘娘怪罪吗？他的女儿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妃娘娘，他的外孙可是大皇子。冷夫人最好祈祷我儿媳妇没事，要不然老婆子我倒要看看贵妃娘娘还护不护得住你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少爷，那位一直不愿意配合换衣裳。不配合，你不知道想办法吗？不过是个小小的商户女，还敢拿瞧？她哪来的底气？可是少爷，她一直说她是安王妃。她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是个低贱的商户女罢了。再去劝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的耐心有限。行了，此事朕意已决，即日起封李天佑为户部左侍郎。一个小太监急匆匆走到刘公公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刘公公脸色骤变，急忙凑到皇上面前，禀报了冷齐掳走李之威一事。荒唐！来人，将冷大人打入天牢。许爱卿，你速速领人去冷家，将冷家上下捉拿归案。许鹤鸣从没见皇上这般气愤过，还不快去！再不去，你媳妇都没了。许鹤鸣闻言，再也顾不上其他，立刻起身领命离去。皇上，不知微臣所犯何事？皇上，可是小女出事了。李爱卿莫急，李小姐定会相安无事的。一旁的冷朝宗见皇上没理会自己，有些不服，可押解他的羽林卫根本不给冷朝宗开口的机会，直接将他架了下去。让人去查冷齐是怎么遇到李家小姐的，又为何敢当街掳走她？是皇上。冷府内，少爷呢？少爷还没回府呢。你看，我就说我家少爷不在府中嘛。
刘管家，我们已经查过了，有人亲眼看到冷家少爷带着我们王妃回了冷家。给我搜！冷家的管家杜成讥讽地笑了。搜吧，他们就是将冷家搜个底朝天，也搜不出自家少爷的。因为冷琪现在根本就不在冷家，而是在冷家隔壁的院子。贵妃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大呼小叫的做什么？扰了贵妃娘娘休息，有你好果子吃。哎呦，秀珠姐姐，10万火急啊！首相大人出事了！哎呦，你等着！秀珠快步走进内室。主子，出事了！有什么事？不能等本宫睡好再说。主子，小安子在外头说是首相大人出事了。什么？父亲出了什么事？还不让他进来说？秀珠赶紧将小太监领了进来。我父亲出什么事了？回禀娘娘，奴才刚听说皇上在朝会上突然大发雷霆，下令将首相大人打入天牢了。什么？你说的是真的？皇上为何突然将父亲打入天牢？父亲所犯何罪？奴才不知具体缘由，奴才得知此事，便赶紧来禀报娘娘您。快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刻去！冷真的心沉到了谷底，无论如何，他必须救父亲。秀珠，替本宫梳妆，本宫要去见皇上。商户女就是商户女，编谎话都编不圆。安王妃，你若是安王妃，那我就是皇上了。少做梦了，乖乖从了本少爷，自有你的好处。你别过来！哼，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在这时，院外隐约传来一阵喧哗声。怎么回事？杜城怎么搞的？吵什么吵？少爷息怒，奴婢去看看。春桃小跑着出了屋子，刚到院门边，就听到隔壁冷家方向人声鼎沸，还有兵甲碰撞之声。他心里一惊，只见一对对昆明甲亮的羽林卫正引入冷家，为首的正是安王徐鹤鸣。少爷，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官兵，进了咱们府里，像是在抓人。什么？抓人？抓冷家的人？父亲呢？难道父亲犯了什么事要抄家？救命！救命！闭嘴，贱人！他此刻心乱如麻，既担心家里的情况，又恼怒这女人的叫喊可能会把官兵引来。难道他真的是？他猛地看向李之微，眼神惊疑不定。如果他真的是安王妃，那自己掳了他。少爷，现在怎么办啊？慌什么？这院子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看看情况再说。金銮殿内，气氛依旧凝重如铁。朱景臣高坐龙椅，面沉似水；李天佑心急如焚，女儿下落不明。一名侍卫快步进入大殿。启禀皇上，安王已带人包围冷府，正在搜查，但目前尚未发现李小姐踪迹。冷府管家声称冷琪并未回府，没找到。冷琪不在府中，那他去了何处？给朕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一名小太监急匆匆送来一份密报。刘公公接过，快速扫了一眼，脸色微变，连忙呈给皇上。朱景臣展开密报，快速浏览，脸色愈发阴沉。好个冷琪，好个冷家！刘吉，立刻派人给朕把冷家隔壁的院子围起来，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许鹤鸣是干什么吃的？就在隔壁都不知道吗？是，老奴即刻去办。殿下众臣闻言，心中更是骇浪滔天。原来皇上突然对冷家发难，竟是因为冷琪掳了李家小姐。这李家小姐难道真的与安王有关系？皇上，求皇上一定要救救小女啊！李爱卿放心，朕绝不会让知微受委屈。冷琪若敢伤他一分，朕必让冷家满门陪葬。冰冷的话语回荡在大殿之中，所有大臣都屏住了呼吸。冷琪听着隔壁府邸传来的喧嚣声，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他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不对劲！少爷，外面来了好多官兵，把咱们这个院子也给围了，是安王亲自带的人。冷琪只觉得脑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片空白。他的目光猛地射向蜷缩在墙角的李之微，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你真是安王妃？现在知道怕了，已经晚了。我早就告诉过你。贱人，你害我！冷琪眼睛赤红，猛地朝李之微扑去。啊！李之微紧握在手中的簪子刺去冷琪手臂。少爷！就在这时，许鹤鸣带着如狼似虎的羽林卫冲进院，奉旨捉拿侵犯，所有人束手就擒。他目光如电，一眼就锁定了衣衫凌乱、手持染血金簪、脸色苍白的李之微。之微，我来晚了，
让你受惊了。许鹤鸣的举动彻底坐实了李志威的身份，也击垮了冷琪和春桃最后一丝侥幸。冷琪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春桃更是吓得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安王殿下，李志威看到熟悉的面孔，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符文李小姐，将人拿下，等禀明皇上后再做处置。羽林卫上前如临小鸡般捆住失魂落魄的冷琪。志威，你没事吧？可有受伤？我没事，多谢王爷及时相救。你没事就好，岳父大人还在宫里等消息，我先让人送你回府。启禀皇上，安王已在冷家隔壁的院中找到李小姐，李小姐安然无恙，只是受了些许惊吓。罪魁冷琪已被送入大牢，等候皇上发落。好，李小姐无事便好。谢皇上，谢皇上隆恩。满朝文武暗自唏嘘，愈发清楚这位新晋李侍郎和他的女儿在皇上心中的分量远超想象。李爱卿，你即刻出宫去吧，想必李小姐如今十分需要你。你的府邸位置，回头朕让刘公公带你过去。是，臣遵旨，臣告退。冷朝宗教子无方，纵子行凶，在宫门口强抢民女，简直目无王法，罪无可赦。此等做派，一经查实，定要从重从严处置。朝堂之上，众臣齐声应下，神色忐忑。袖珍宫内，冷真正准备前往面圣，心腹太监却面色惨白的奔来。娘娘，完了，相爷被打入天牢，少爷掳了李小姐藏在隔壁院子，也被安王人赃并获。皇上已下旨严查冷家。冷真只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身形踉跄，被侍女秀珠死死扶住。琪儿，他怎会如此糊涂？冷真瞬间想通关键，父亲往日或已触怒龙颜，皇上早有铲除冷家之心。冷琪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给了皇上正当理由。娘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快，备参汤，本宫要去求见皇上，无论如何必须见到他。一名小太监领着2名玄甲禁军走进宫来。贵妃娘娘金安。冯公公，你这是？贵妃冷氏接旨。冷真瞳孔骤缩，在秀珠搀扶下缓缓跪倒。殿内宫人大气不敢出，空气凝滞的令人窒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冷氏一族世受国恩，本应恪尽职守，忠君报国。然冷朝宗身为首相，欺君罔上，其子冷琪胆大包天，光天化日强掳民女，形同谋逆，罪证确凿，天理难容。朕念及冷氏侍奉日久，暂不牵连，但管教族人不力，难辞其咎。即日起，夺去贵妃封号，降为嫔，移居静思院，无诏不得出。钦此。每一字都如重锤砸在冷真心上，听完圣旨便瘫软在地。皇上，本宫要见皇上。父亲和兄长罪有应得，可我对皇上一片真心啊，皇上不能如此绝情。冷嫔娘娘，皇上正在气头上，谁求情都没用，您还是遵旨吧，免得奴才们为难。袖珍宫用度稍后会有人清点裁撤，还请即刻移驾静思院，西院已收拾妥当。冷真看着小太监的绝情面容，终于明白大势已去。真心？呵呵，帝王之心最是薄情，我早该知道的，早该知道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知微别怕，一切都过去了。老王妃心中把冷琪骂了千百遍。威儿，我的威儿。爹。李志威看到父亲一直强撑的坚强瞬间瓦解，泪水涌出眼眶。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那混账有没有欺负你？爹，我没事，幸好王爷来得及时，若非他，女儿便……亲家公放心，太医已经看过，知微只是受了惊吓，开了安神汤。这孩子遭了大罪，那冷琪猪狗不如，冷家上梁不正下梁歪，活该有此报应。冷家，我与你们势不两立，多谢老王妃照拂小女，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亲家快起，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知微是安王府的王妃，护她周全是应当的，只是没想到冷家竟嚣张至此。安王许鹤鸣大步走入，已换下朝服，身着墨色长服。岳父大人，
王爷，此次小女多亏您救命之恩，请受我一拜。岳父不必多礼，是本王疏忽，让贼人有机可乘，险些酿成大祸，没保护好之威，本王亦有责任。王爷万不可如此说，若非王爷神机妙算，及时找到威儿，后果不堪设想。多谢殿下救命之恩。没事了，冷琪已被打入天牢，冷香亦被革职下狱，冷贵妃如今已被贬为嫔，迁入冷宫，冷家再也不能对你做什么了。冷家这次也是罪有应得，只是没想到皇上处理冷家的事竟然这般迅速。冷朝宗在朝为官年，可没少结党营私，欺君罔上。皇上早已将冷家的罪证收集齐全，今日冷琪之事不过是导火索罢了。李天佑长叹一声，既是痛快又觉心惊。这位，你今日不是送岳父进宫吗？为何会遇到冷琪，还让他对你出手？是林继同，他因昨日西柳巷之事丢了颜面，是他说要将我送给冷琪。汝安侯府真当他们在京城就能只手遮天了不成？鹤鸣，你进宫去，将这事与皇上说。若是皇上不能替之威做主，那便老身亲自进宫去给太后说去。好，这是我去与皇上说。许鹤鸣心中已开始谋划如何处置林继同，为李之威讨回公道。后娘，听说你被人掳走了。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后娘，坏人抓你，怎么不叫我？为什么要叫上世子呢？你叫上我，我不就能帮你把坏人打跑吗？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能打赢谁？哼，我可厉害了，一拳能打死一个，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揍一双。那小世子可得好好练武才行，要不然下次我遇到坏人了，你的小拳头太小，可能保护不了我呢。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世子年纪虽小，却有这般心意，李母感激不尽。李之威心中微暖，俯身摸了摸许青石的头。后娘，你别怕，以后我保护你。我明天就开始跟着武师傅好好学功夫。好，那我就等着世子保护了。哼，那是自然。御书房，许鹤鸣将事情的缘由都一五一十告诉朱景臣。皇上，汝安侯府此行为实在无法无天，微臣以为汝安侯府本就是威，但是他却有心算计李家。你想一个李家能助力别人做多少事？安王所言极是，李家富可敌国，掌控李家便如掌握取之不尽的银库，蓄养私兵，结交朝臣皆绰绰有余。汝安侯府胃口不小，也不怕撑死。先前算计家产，还能借儿女亲事搪塞。朕已说过，亲事不作数，他们竟变本加厉，公然在宫门口掳人，简直没将朕放在眼里。皇上圣明，此事影响恶劣，若不严惩，恐助长歪风邪气，令京中勋贵人人自危，寒了忠臣之心。此等狂妄之徒，朕绝不姑息。李天佑于国有功，其女岂容宵小欺辱？许鹤鸣，臣在。你即刻带朕的手谕，协同大理寺查封汝安侯府，亦应人等圈进府中等候发落，仔细彻查，看看他们还做了多少目无君上的勾当。臣遵旨。许鹤鸣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许青石正在珍宝阁挑选礼物，想送给李之威，让他开心。哟，这是谁啊？这不是那个给自己捡了个落魄娘的安王世子吗？许青石一听这讨人厌的声音，便知是魏和瑞，心中暗骂晦气。许青石，你怎么不回答我？是不是后悔捡了那样一个女人当娘了？你懂什么？许青石半点不后悔，他想起李天佑随手给的5000两银票。哟，魏和瑞，今日怎么有钱来珍宝阁？你娘善心大发给你银子了，还是你偷拿家里的？许青石，你得意什么？我娘给的再少也是亲娘，哪像你，连亲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连零花钱都没人给。我是没亲娘，但我后娘有钱，她一次给的银子比你娘给你1个月的还多。谁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后娘的嫁妆都捐给朝廷了，怕是拿安王府的银子装大款吧？你胡说，我娘就算把嫁妆捐赠给朝廷了，
那我外祖定也会再给他准备一份丰厚嫁妆的。谁知道呢？那商户女还能自己变出银钱不成？我娘就能自己变出银子，我娘也能自己变出银子。我娘会做好吃的，我娘会做好多好吃的。我娘做的好吃的，吃了心情就变美。我娘做的好吃的，我爹可喜欢吃了。我爹最喜欢吃我娘做的吃的了，吃了我爹力气都变大了。我爹吃了我娘做的吃的，可以扛着我娘满院子跑。刚和好友趋势走出的魏少夫人林子怡，闻言脸颊羞红。我爹吃了我娘做的好吃的，可以抱着我后娘与我满院子跑。我爹一次能吃8碗我娘做的好吃的，我爹一次能吃80碗我娘做的好吃的。我倒是不知子怡这嫁人后厨艺也是见长了呢，没想到魏大人还挺捧场的。曲姐姐，你就别打趣我了，我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是何瑞那孩子瞎说的。我爹可喜欢我娘了，我爹更喜欢我娘。我爹为了我娘可以去打坏人，我爹为了我娘可以去抢坏人。我爹最厉害了，他能光着膀子绕京城一圈。屋内夫人小姐们闻言脸颊微红，纷纷眼含期待。你爹那算什么本事？我爹可以光着身子绕京城3圈。子怡妹妹，你们夫妻恩爱也得好好管教孩子，这话可不能乱说。林子怡再也听不下去儿子魏和瑞的胡言乱语，脸颊臊得通红，快步上前捂住魏和瑞的嘴。呜！魏和瑞回头看亲是娘亲，顿时气焰全无，满眼后怕。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曲姐姐，诸位，我们先告辞了。林子怡说完，几乎是逃一般拎着魏和瑞远离了珍宝阁。许清时看着被拖走的魏和瑞，得意地扬着下巴，活像只斗胜的小公鸡。皇宫内，正请求皇上为自己和李之微赐婚的许鹤鸣突然喷嚏不停。许爱卿，若是病了，便回去好好休息几日吧。微臣谢皇上关心，微臣定会早日养好身子，早日回来替皇上办差事。刘公公在朱景琛耳边低语了几句。许爱卿，你求朕赐婚的折子，朕看过了。不过，你要朕给你们赐婚这事，李爱卿可知情呢？皇上明鉴，微臣与李姑娘两情相悦，恳请陛下成全。成全自然是要成全的，只是朕刚听闻一件趣事，想不到安王竟有如此轰动的志向。下次再做这般大事，可否叫上朕？朕也想瞧瞧。不知陛下所指何事？哈哈哈，许爱卿啊，许爱卿，朕竟不知你如此豪放。朕刚听说，令郎在珍宝阁与人夸耀，说你魏博红颜一笑，能光着膀子绕京城跑一圈，还能同时抱着王妃和世子满院子跑。哈哈哈。许鹤鸣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脸色瞬间黑里透红，恨不得立刻回府教训那个胡言乱语的儿子。好，冲世子这份孝心，朕若不成全，倒显得不近人情。朕便准了你的请奏，为你和李之微赐婚。微臣谢主隆恩。且慢，这赐婚可以，不过朕有个条件。陛下请讲。朕也好奇爱卿力能扛鼎的模样，光膀子绕城有失体统，就免了。但御花园今日需整理，有不少力气活。爱卿既然吃了李姑娘的饭，力气变大，便来宫中替朕扛3天木头，让朕亲眼见识见识，如何？许鹤鸣一阵语塞，为了赐婚圣旨，咬牙硬着头皮领旨。微臣领旨谢恩。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许清时正美滋滋地跟李之微讲述自己战胜魏和瑞的光辉事迹，说着说着，突然打了个大喷嚏。是不是着凉了？没事，后娘，肯定是魏和瑞在背后骂我呢。你啊，什么话都敢往外说。李之微暗自思忖，若是许鹤鸣知道外界议论他爱光着膀子跑，不知会作何感想。想着想着，竟出了神。后娘啊，世子说什么？李之微，你是不是觉得成了我后娘就能骑在我头上了？我说话你要听着。不过小世子，我与你爹成亲之事好像不作数了。你胡说，我没说谎，此事皇上从没同意过。黄伯伯怎么可能不同意？你该不会还想嫁林继同吧？忘了他当初连门都不让你进了。我没有想要嫁给林继同。那你是觉得我父王长得丑？你父王长得玉树临风，
和丑没关系。那是觉得我父王太穷了。那你为什么说亲事不作数了？世子，王爷身份尊贵，深得圣心，而我李家终究有些不同。有些事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父王最听我的了，我只要你这个后娘，只要我和父王说，肯定可以的。我这就去跟父王说，让他赶紧去求黄伯伯。这时，许鹤鸣黑着脸，大步流星走进来。许清时见父王脸色，气焰瞬间消散，下意识躲到李之微身后。父王，您回来了。王爷。回来了。许鹤鸣深吸一口气，语气尽量平和。听说你在珍宝阁做了件大事？没有。没有，我父王力气可大了，光着膀子绕京城跑一圈，还能抱着我和后娘满院子跑。这些话都是谁说出去的？李之微闻言忍不住用袖子掩住嘴，强忍着笑意。我那是为了迎魏和瑞，谁让他说他爹能绕3圈的？你还有理了？回去把礼记抄10遍，不抄完不准出院子。许清时小脸瞬间垮了，求助地看向李之微。李之微欣然想劝，还有，皇上已经准了我们的婚事，赐婚圣旨明日便会下达。什么？李之微愣住了，许清时却瞬间忘了抄书的惩罚，惊喜地跳了起来。真的？黄伯伯答应了，太好了！后娘，你听见没？你跑不掉了。许鹤鸣挑眉，凑近李之微耳边，语气带着几分戏谑。你还想跑？李之微一愣，随即暗恼许鹤鸣阴险。王爷，此事臣女做不了主。那谁能做主？许清时见二人凑近低语，不满的插话打断。后娘，你不想嫁给我父王吗？我可没这样说。不过王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是不是该问过我父亲？理应知会岳父大人。李之微看着许鹤鸣，神色犹豫，似有话要说。还有什么要求？直说便是。父王，肯定是你太凶了，后娘都不要你了。后娘，你要是觉得我父王不行，要不考虑考虑我？许鹤鸣满脸黑线。去，这哪有你这小屁孩的事？许鹤鸣满脸黑线。去，这哪有你这小屁孩的事？我说父王，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别拦着孩儿。这后娘孩儿挺喜欢的，况且人还是我带回来的。你让人拿了后娘的东西不说，不如让给我。我三姨不是挺喜欢你的吗？许清时，你要是喜欢周家人，我现在就让人将你打包送周家去。后娘，你看我爹还没娶三姨就要送我走，往后我就是没人要的孩子了，你可要收留我啊！许清时紧紧地抱着李之微，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李之微哭笑不得，用眼神示意许鹤鸣哄孩子。许鹤鸣却拎起许清时，将他放到1丈开外。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吗？我还是个孩子，孩子就知道要娶媳妇了。王爷，小世子还小，看吧，后娘的心向着我。臭小子，你都说了，她是你后娘，休要胡闹。漂亮的姐姐，快救我！咱们远离这大魔头，我让祖母再给你介绍个更好的。许清时，过分了。王爷，不是说让小世子去抄礼记吗？看知微替你求情的份上，今天先放过你。既然王爷回来了，我便先回去了，我爹还在等我。李之微说完便快步离开了。后娘，你走也带上我啊！父王，你拽我做什么？安分点。略，你自己看不住你的媳妇，你怪我有什么用？父王，你成天冷着脸，后娘都被你这样子给吓跑了。许清时说完就跑，许鹤鸣气得咬牙。李之微刚出安王府，便被撞了个正着。你没长眼睛吗？不好意思，明明是你走路不看路。哟，我当是谁？原来是被冷大少掳去的李小姐。我当是哪来的狗在吠？原来是周三小姐。李之微，你不会以为你真能嫁给安王吧？周三小姐，我不能嫁给安王，难不成你能吗？李之微，你不过是个被人玩烂的贱，给安王提鞋都不配，一个最低贱的商贾女，凭什么成为安王妃？周三小姐，说话要讲证据，你可想过污蔑官员家眷的后果？证据？满京城谁不知道你被冷玉轩掳了去？你以为你还有清白？呵，你还有什么清白可言？我若是你，早就一根绳子吊死了，免得活着玷污你李家的门楣。你竟然还有脸在这里肖想安王殿下？本王竟不知，
周家的家教就是让周三小姐在本王的王府门前肆意辱骂本王未来的王妃。姐夫，玉莹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姐夫被某些人的表象骗了。骗了？本王的王妃有没有骗本王？无需周三小姐费心，本王清楚是谁在诬陷我的未婚妻。姐夫，李志威根本配不上你，他可是被冷少玷污的残花败柳。本王未婚妻的清白自有本王定夺，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智慧。本王与志威的婚事是皇上亲赐，你出言侮辱他，便是侮辱本王，侮辱安王府，还是说你周家能质疑皇上的决定？姐夫息怒，玉莹只是一时情急，为了姐夫好。为了本王好，收起你那套心思，本王念在你姐姐的份上容忍周家，不是你得寸进尺的理由。再敢诋毁未来安王妃，休怪本王不念旧情。还有，往后请直呼本王王爷。周玉莹脸上血色尽失，她赖以依仗的借口摇摇欲坠。王爷，滚回你的周家去，安王府不欢迎你。周玉莹心有不甘，却不敢再纠缠，只能愤愤离去。王爷，咱们这亲事门不当户不对，你要不再考虑考虑？李志威说完便转身快步离开，躲在门后的许青石跑了出来。哎呦，老许啊，你媳妇生气了耶！臭小子，没大没小的，胡说什么？我说老许啊，你这样可不行，要学会哄媳妇才行呢，要不然你还是将你的媳妇让给我吧。许青石说完，背着手像个小大人似的走了。魏家，魏晋安黑着脸，魏和瑞跪在地上，气氛凝重。魏晋安因近日旁人的调侃倍感丢脸。夫君，你别气坏了身子。爹，孩儿不是有意的，都怪许青石。若不是他说他爹能光着膀子绕京城跑一圈，孩儿定不会这么说。你还说什么了？老爷，宫里来人了。魏晋安一愣，满心疑惑，宫里来人理应找父亲，为何会找自己？老爷，没事，我进宫一趟。娘，孩儿真的知道错了。哼，你就在这跪到你爹回来。林子怡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微臣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魏爱卿免礼。朱景臣笑着打量他，想到魏晋安与许鹤鸣在御花给他与众妃嫔表演扛木头。不知皇上叫微臣进宫，可是有何要事？刘公公见皇上出神，小心上前提醒。皇上。哦，怎么了？皇上，魏大人问您，让他进宫是为了何事？嗨，听闻魏大人博学多才，臣愧不敢当。爹，皇上给女儿与安王赐婚了，赐婚圣旨明日便会到。这是安王与你说的？安王说明日圣旨应该就会下来。爹，我们怕是要先准备一下接旨事宜。爹一会便让周彤安排下去。只是，微微，你可想好了？微微，你若是不愿意，大不了咱们就离开这京城。爹知道，爹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这次你若不愿意，爹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改变这一切。爹，安王挺好的，女儿没有不愿意。安王虽然不错，可他位高权重，若你在安王府受了委屈，爹，安王平日忙于公务，想必也没时间让女儿受委屈吧？谁知道呢？况且若你嫁给他，也是继室，还有个孩子。爹，小世子人挺好的，况且若是没有小世子，女儿如今可能还在林家受苦呢。那孩子心性倒不坏，就是那嘴。爹，你是不是也听到外头的传言了？什么传言？啊？爹不知道啊。我让周彤去打听打听。爹，还是别了，就是孩子间的玩闹话，当不得真。行，不打听了。既然要嫁给安王，咱们也该准备嫁妆，不能让人小瞧了去。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女儿的嫁妆已经捐给了朝廷，就不用麻烦了吧？怎么是麻烦呢？我李天佑嫁女儿，哪有让女儿受委屈的？你放心，爹不仅要替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爹还要给你准备一份比之前还丰厚的嫁妆。爹，此事万万不可。闺女，你放心，你的嫁妆爹还是给得起的。您忘记之前林家为何盯上我们了吗？财帛动人心啊！如今您是户部侍郎，若让人知晓您银钱太多，皇上问您借银钱，您是借还是不借？李天佑恍然大悟，吓出一身冷汗。可是，若是你的嫁妆太少，如今京城谁不知道我的嫁妆都捐给了朝廷？
短时间内拿出丰厚嫁妆才是引祸上身。您按正常份例准备便好。旁人问起，就说之前的嫁妆已是倾尽家底，如今只能如此。还是微微你想的周到，只是委屈你了。不委屈，只要爹娘安好，女儿便心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安王府，许青石坐在院中，一边吃葡萄，一边让墨雨替他抄礼记，得意洋洋。许青石，你咋还坐得住呢？你还有闲心在这吃葡萄啊？外头可都传疯了。什么事啊？传疯了？外面都在传，安王没事就喜欢光着膀子在京城转。许青石闻言一愣，只觉得这话有些耳熟。那肯定是有人嫉妒我爹故意传的。京城那么大，你们谁见过我爹光着膀子的样子吗？许青石，那你不去找罪魁祸首，还能在家坐得住？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父王都不急，我急什么？可你爹名声毁了的话，还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个后娘吗？我不是已经有后娘了吗？不是吧，世子，你真要让你爹娶李之微当后娘？听说那李之微的嫁妆都捐给了朝廷，是真的吗？真的，不过还留了2样，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说青石，到底是什么宝贝？你跟来便知道了。青石，你确定这是李小姐的嫁妆？当然，这肯定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们，当时这床在最前面，这个就在最后，这2样肯定都是好东西。胭脂，这个我以前也没见过，你家有吗？我家没有吧，反正我没见过。也不知道这黑不溜秋的有什么好看的。我偷偷看过了，这玩意好像能打开，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不如我们悄悄打开看看。这盒子这么大，能打开？许青石，这里面该不会放着什么毒物吧？不能吧，这原本可是李之微的嫁妆，哪个好人家家女儿准备一大箱的毒物的？夫君不听话，就将箱子里的毒物放出来，将夫君毒死吗？那样还有谁敢娶媳妇？那谁知道呢？我们京城都是世家贵族，可是李家不是商户出身吗？许是他会有一些我们京城没有的东西。那这里头的会不会是金银珠宝呢？这倒也不是没可能。那我们把它打开如何？3个小家伙奋力打开棺材。许青石，这咋是空的？我哪知道？几个小皮猴不死心，竟然爬进了棺材里。也不知道这箱子有啥用处。哎，你说这是用来休息的吗？你看我这一躺好像不错呢。还能这样？3孩子便都躺了下来。别说，咱们要是藏这里头，一定没人能发现我们。几个孩子躺着躺着，竟然睡着了。江家与谢家的小厮见自家少爷久久还没回来，不禁有些急了。墨雨哥，我们公子怎么还没回来？就是这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我们公子也该回府了。2位小哥别急，我这就带你们去找世子与2位公子。世子说要带他们去库房看李姑娘留下的2样嫁妆，许是看得入神忘了时辰，我们一同去寻寻便是。3人到库房查看了一番，结果没有看到棺材中的个3小皮猴，3个人都慌了。墨雨赶紧带着2个小厮在整个王府内搜寻，可找遍各处都没见到3位小主子的身影。这可如何是好？公子会不会已经先回去了？完了，我怎么把公子给跟丢了？回去怎么与老爷夫人交代？恰好管家刘明经过，墨雨赶紧禀报世子失踪的事。刘明一听也慌了，当即安排下人全员寻人，又让小厮回各自府中确认。可一番搜寻下来，仍无踪迹。刘明越发后怕，担心是王爷得罪之人将孩子偷走，赶紧让人去通知许鹤鸣。此时许鹤鸣刚回府，便看到永宁侯江涵海、谢大人谢金城急匆匆赶来。见过安王。见过安王。永宁侯，谢大人。许鹤鸣心中暗急，知晓定是许青石又惹了祸。墨雨见到王爷，急得快要哭了。行了，你先说说，他们今日有说要去哪吗？回王爷，小世子说要带2位公子去看李小姐的嫁妆，奴才去那边瞧过了，没人。府中其他地方都有找过吗？王爷，府中各处院子，老奴都让人去找过了，也没见到世子与2位公子的身影。我先去库房看看。
这里好像没人。江涵海突然看到棺材里伸出一只小手，手。谢金城赶紧凑过来查看，江涵海再定睛一看，小手又不见了，只当是自己眼花。许鹤鸣沉默着扫视全屋，突然他发现棺材盖上有几个小小的手印，仔细一看，棺盖竟是打开的。他们应该来过这，上面还有手印。王爷，这盖子怎么是打开的？可能是他们来过这，好奇打开的。这几个皮猴。许鹤鸣走近，合上棺盖。什么声音？声音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许鹤鸣与谢金城相视一眼，同时将盖子往下推。里面有什么？江涵海忐忑，他一介文人，见两人方才架势，实在不敢上前。永宁侯，这里头有宝贝，你要吗？不要，我可不要，你千万不要给我啊！永宁侯，你确定不要？不要。怎么办？他不要了。你带回去。那你怎么不留在府上？养不起。不是，你这理由实在是太敷衍了吧？本王要存钱娶媳妇。不是，许鹤鸣，你真当我和这二傻子一样呢？你安王府何至于穷到连娶媳妇的银子都没有？没有，聘礼不够，要不你支10些？不是，你俩现在当着这玩意的面子说这个？我说老江，咱们也别客气了，这里头的东西你真不要？都说好东西见者有份，你可别怪我不与你分享啊！不要，你喜欢你拿回去就是了。老许，你可要给我做主，回头永宁侯再找我要，我可不给了啊！成，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谢金城做事就要俯身去棺材里捞宝贝。江涵海听得身后动静，心里越发毛骨悚然，忍不住偷偷回头瞥了一眼，又赶紧转回去。冤有头债有主，这可和我没关系啊！你们将东西离我远些，千万别让我瞧见。诺，老江，可是你说的啊，它归我了。哎呦，这宝贝胖乎乎、沉甸甸的，抱回去当个镇宅的福娃也不错。江玉迷迷糊糊睁开眼，爹，谢叔叔，你们怎么来了？江涵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猛地反应过来，刚才的小手闷响，全是这混小子搞出来的，自己竟被亲儿子和许鹤鸣、谢金城联手戏耍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你怎么跑那里面去了？哈哈哈，永宁侯，这宝贝你是说了不要的，我可要带回去了啊！许鹤鸣，本王说了，养不起，这般能折腾的，还是永宁侯自己带回去好好教养吧。谢大人，剩下这2个宝贝，是你一起带走，还是本王自行处置？可别，我家庙小，容不下世子爷这尊大佛，还是王爷您自己辛苦吧。被笑声和说话声彻底吵醒的许青石和谢衍之揉着眼睛坐了起来。父王，爹，江世伯。许青石一看许鹤鸣那要笑不笑的表情，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暗叫不好。父王，我们就是好奇，这黑盒子有什么用？不过这里面睡觉除了硬了点，还挺舒服的，我们就躺进去试试，没想到睡着了。胡闹，什么地方都敢钻，知不知道大家都被你们吓坏了？江涵海一把从谢金城怀里抢过自家还在迷糊的胖儿子，又是心疼又是气。回去再收拾你。行了，人找到就好。不过王爷，贵府的库房还真是别致啊。翌日一早，刘公公宣读完赐婚圣旨。臣李天佑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恭敬接过沉甸甸的圣旨。李大人，快请起，皇上对安王殿下合令千金这门婚事十分看重，恭喜李大人，贺喜李大人，从此多了一乘龙快婿。多谢公公吉言，有劳公公了。李天佑连忙示意周同凤上备好的红封。刘公公推辞一番后，笑着收下。皇上还让咱家带句话，安王府中虽有老王妃，但老王妃好相与，小世子又与李小姐投缘，日后入府只需秉持本心即可。皇上和皇后娘娘都是李小姐的靠山。李天佑和李之威连忙再次谢恩。李小姐，皇上邀你3日后进宫观看表演，到时候可不能缺席啊。是，臣女定准时到。送走刘公公后，李家上下沉浸在喜庆之中。威儿，这次的亲事有皇上如此看重，还扬言要亲自为你撑腰，为父总算可以彻底放心了。父亲，女儿明白。安王府内，许鹤鸣很快便也接到了内容相同的圣旨，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存钱娶媳妇。想起昨日在库房与谢金城的戏言，眼底笑意更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刘公公从安王府出来后，
又特意前往魏家。林子怡听闻皇上邀请自己进宫看戏，不由得愣了一下。公公，您这话是要与臣妇说，还是臣妇的婆母？魏夫人，皇上的意思便是邀请你一人前去呢。就臣妇一人吗？魏夫人，安王妃那日也会一同前去。安王妃？魏夫人还不知道吧？皇上今日给安王赐婚了。不知安王妃是哪家千金？是户部侍郎李大人家的千金。公公，这户部侍郎是？哈哈，正是咱们天诺国的首富李天佑，李大人。原来是他。魏夫人，那老奴便先回去了，皇上那还在等着老奴呢。林子怡思来想去，决定去找李之微搭伴，一起去皇宫。这就是咱未来的安王妃吧？林子怡本就个颜控，看到明眸皓齿、楚楚动人的李之微，一下就移不开了眼。你是？安王妃，你好，臣妇是太常时清魏晋安的夫人林子怡。原来是魏夫人，不知魏夫人今日上门是？哎呀，妹子，我这也是贸然上门，你别介意。不介意。妹子，我这人性子比较直，你别介意。我就是听说皇上也邀请你3日后进宫参加宴会是吧？是的。哎呀，这太好了，妹子，刘公公今日也与我说了，我正愁没办呢。原来魏夫人也受邀参加3日后的宴会。是啊，是啊，也不知道皇上这次邀请我们去参加什么宴会，以往这种宴会都请我婆母一块去的，这次我婆母竟然没被邀请。魏夫人以前参加过这种宫宴吗？自然参加过的，不过我都是跟在我婆母后面的。妹子，你也别魏夫人的叫了，叫我林姐姐吧。好的，林姐姐，你可有问过魏大人，这是什么宴会？这几天我都没见他人，也不知道成天忙什么。没事，皇上与皇后娘娘挺和气的，到时候妹子跟在我身边，我肯定罩着你。如山书院，许清时慵懒地坐在席间，上头夫子讲的内容，他半句也没听进去。自从他与谢衍之、江玉被父亲们从棺材里找出来后，3人便被送进了这书院启蒙。好不容易等父子起身离去，世子，我们可被你害惨了。我爹说我们不要留在家里祸害家人。喂，你们3个赶紧过来，把这里扫干净。你们认识他吗？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3人压根没觉得对方是在叫自己。叫你们呢？耳朵聋了吗？这小男孩是镇南王世子夫人罗氏的娘家侄子罗敬安。高门大户的孩子多是请父子上门授课，罗敬安在如山书院变成了无人敢惹的小霸王。哎呦，世子，他好像在叫我们。可是你没听他说让我们过去扫地吗？你会？你看我像是会的人吗？我爹也没教过我啊。我也不会，我爹也没教我，我父王也没时间教我。那咱们别理他。3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全然没把罗敬安放在眼里。老子让你们过来，听不懂人话吗？你叫谁老子呢？哪来的乡巴佬，敢这样和罗公子说话？他说我们乡巴佬，我们长得像是乡巴佬吗？他身为永宁侯府大公子，竟被人称作乡巴佬，心中满是怒火。几个孩子便扭打在了一起，拳打脚踢，场面十分激烈。夫子匆匆赶来，住手！都住手！夫子头疼不已，自己不过走开片刻，竟闹出这般乱子。看着满屋身上带彩的孩子，他更觉棘手，不知该如何向个家大人交代。夫子，都是这几个乡巴佬，他们先动手的。明明就是你欺负我们是新来的。你们。他想起许清时3人入学时，许鹤鸣特意嘱咐要让他们吃些苦头，只对外称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罗敬安的身份早已在书院内传开。王夫子，今日他们将我伤成这样，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嘿，小爷，我还没说你将我伤成这样呢。还有我，哎呦，疼死我了。行了，通知家里人来领人。他狠狠瞪了许清时3人一眼，怒火中烧。你们3个给老夫安生点。你们没来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事？夫子，明明是他们先挑事的。老夫已经让人去通知你们家里人了。你们3个给我去教室外面站着。夫子，我都被打成这样了，我不管，我要请我娘来替我做主。公子放心，老夫已经让人去通知罗夫人过来了。你们死定了！
三人站在屋外，心情皆十分郁闷。我爹要知道我上学第一天就惹事，回去肯定要家法伺候了。我们没错，是他们欺人太甚。可是夫子站他那边，我可不能让我父王知道。不过我猜，我父王肯定没跟他们说我们家的真实身份。他平日也不在府上，夫子想见他也没那么容易。李小姐，夫子请你去趟如山书院。夫人今日最好多带些银钱去。林姐姐，这如山书院是什么地方？一般书院不就是学堂吗？怎么还要让我多带些银钱去？难不成是土匪窝要我带银钱赎人？妹子，你家有孩子在如山书院上学？请问上学的是？不是你家府上的许清是许少爷吗？不是吧，妹子，安王竟然把儿子送如山书院去。林姐姐，我过去看看。李之微赶到如山书院，一眼便看见许清时、谢衍之、江玉三人狼狈地站在教室门外。后娘，怎么回事？怎么受伤了？李之微飞快检查三个孩子的伤势，确认三个孩子都无大碍后，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你们怎么到这来上学了？后娘，父王说要让我们吃点苦头，就让我们来这上学了。你这父王也是，要你们上学，找个好点的书院不行吗？这番话恰好被刚走出教室的冯夫子听见，顿时火冒三丈。夫人倒是好大的口气，我如山书院也不是什么人想来都能来的。这位夫子好。冯夫子看着衣着朴素的李之微，心里更加认定这人家世普通，实则李之微今日身着上好的云罗锦面料衣裳。夫子，不知我们家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弄的一身伤？李之微心中已然不满，孩子受伤被罚站，夫子不仅无半分体恤，反倒对自己吹胡子瞪眼，这般书院实在令人失望。怎么一身伤？这几个泼猴竟然与人斗殴，他们身上的伤算什么？哼，你们家孩子老夫是教不了了，你们还是赶紧将人领回去吧。明明是他们先动手的，你只罚我们，为什么不罚那死胖子？就是，我们好好坐在那，那死胖子就上前要我们给他穿鞋，那死胖子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你为什么不罚他们，只罚我们？夫子，既然你说他们与人斗殴，那人呢？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吧？胡说，分明是你们先与人动手的。我那些学生以往从没与人打过架，为何偏偏你们来了，他们便与你们打架了？冯夫子没想到孩子们竟当着大人的面揭穿，抬手便要往许清时身上打去。夫子，我还在这儿呢，我家孩子就算有错，我们回家自会教育，轮不到你来动手。哎呦喂，我的儿啊，哪个混账竟然敢打你？哎呦喂，我的儿啊，哪个混账竟然敢打你？罗夫人，您怎么亲自来了？我儿都被人打了，我能不来吗？我儿呢？他伤得怎么样啊？娘，你可来了，你再不来，孩儿都要被人打死了。李之微抬眼望去，只见罗静安脸上仅有少许划痕。今日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谁？究竟是什么人？竟敢胆大到打我儿？冯夫子，我让我儿到你这书院上学，你就是这样看管的？我儿都伤成这样，今日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夫人说的是，都是在下看管不力，下次定不会让公子再受半点伤。冯夫子此刻的谄媚模样，与方才对李之微的冷硬态度判若两人。这人什么来头？不认识，没见过，估计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谢衍之对京城贵妇的来历一清二楚，从未见过罗氏。我也不认识，不过这胖子我好像在哪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那他以身份押人，我们能押回去吗？后娘，你尽管押回去，我就不信凭我们三家的势力还比不过这丑妇人。你们的家人呢？我爹陪我娘去庄子上了，要明日才回来。他怀疑他之所以被送到这破书院来，就是他爹嫌他碍眼。他们大概找不到我家吧。行吧，今日我既然来了，定会替你们做主。谢谢后娘，谢谢漂亮姨，谢谢漂亮姨。哪里来的小贱人？罗夫人，
就是这3个孩子打了贵公子，那位是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冯夫子心中冷笑，这几人今天不死也要脱层皮。好啊，就是你们几个兔崽子，竟敢打我儿子！这位夫人，你先看看这3个孩子，他们伤的可不比你儿子轻。况且你儿子长得也比我们家孩子高大，他为何要欺负弱小呢？贱人，就是你教唆他们打我儿子的。夫人，凡事讲究证据，你儿子身上的伤可比我们这3个孩子轻多了。儿子，把你的伤也露出来。罗静安一想到自己屁股上的伤，便疯狂摇头，死活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不要，我不露出来。3小只交换了个得意的小眼神，他们方才特意专挑罗静安不能见光的地方下手。没用的东西！夫人，既然你儿子只有脸上这点伤，那咱们是不是该好好掰扯一下他伤了我家孩子的事？肯定是这几个臭小子先对我儿子出手的。今日这事，你们不赔我500两银子，本夫人可不会善罢甘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500两？就这么点伤，你也敢要500两？当真把我当冤大头了？今日要么赔我儿500两，要么我就让人打折这3个臭小子的腿。后娘，要不就给他钱吧，我有钱。别怕，这钱咱们不用给。我见过穷的，倒是第一次见像夫人这样抢钱的。许夫人，我劝你最好识趣些，赔偿了事。罗家可不是你一个小门小户能得罪起的。呵呵，都说书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位夫子倒是教得一手好书。哼，许夫人，你简直是不识好人心。我可是镇南王府的亲家，你觉得你能斗得过我？我去，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他疯了，竟然敢拿镇南王压你！他说他是镇南王的亲家，哪个亲家？镇南王儿子那么多，估计就是那个最蠢的世子妃暴发户娘家的人吧。你爹真比那镇南王厉害。后娘，你放心，就算镇南王来了，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你只管放心的将人给兑回去，出了事由我父王给你顶着。得到许清时的保证，李知微彻底放心。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呢？不过是区区一个世子妃的娘家人罢了。你得罪人之前都不查查人家身份的吗？呼，我管你是什么身份，伤了我儿，就赶紧赔银钱，要不然别怪本夫人对你不客气。要赔钱可以，不过你儿子也伤了我家3个孩子，我们也不多要，1人赔1000两，3人便是3000两。要知道，我们孩子伤的可比你儿子重不止1倍，1000两已是有情价了。哪来不知死活的东西，连本夫人也敢讹？来人，将这几个不要脸的小娘皮拿下，给本夫人往死里打！翠国与小厮山子立刻挡在李知微和孩子们身前。小姐，奴婢与山子护着你们，你赶紧带小世子和2位公子离开。翠果虽有些功夫，却清楚对方人多势众，未必能敌。小姐，你赶紧带小世子们逃吧。逃？哼，往哪里逃？有胆子得罪本夫人，就要有胆子承受后果。下辈子眼睛放亮些，不要什么人都得罪。这话该还给你。你不过是个世子妃的娘家人，真当自己是皇亲国戚？京城里遍地都是2品以上官员家眷，你敢确定我们是你能得罪的？哈哈哈，你的意思是，你是本夫人得罪不起的人？你要是真有来头，怎会把孩子送着书院？大户人家孩子要么去国子监，要么请私教。别以为说几句大话，本夫人就会怕你。大户人家孩子要么去国子监，要么请私教。别以为说几句大话，本夫人就会怕你。你口中的狗杂种，一个是安王世子，一个是永宁侯世子，还有一个是吏部侍郎谢家的嫡长子。这3人，无论哪一个，都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镇南王世子妃的娘家人能开罪得起的。哈哈哈，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你是安王妃？我要是信你，我就是皇后。来人，往死里打！冯夫子站在一旁抱胸围观，满脸讥讽地看着被围住的几人。
我家小姐可是皇上亲封的安王妃，你若敢伤了我家小姐与几位公子，安王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没用的东西，还让他们有力气在这喊，是我罗家没给你们吃饱饭吗？李之微紧紧将3个孩子护在身后，本就吃力抵抗的翠果与山子，此刻愈发艰难。许鹤鸣办差时心神不宁，索性决定回府查看。刚到门口，便遇上李家小厮。王爷，您可算回来了。你是？小的是李家的人。如山书院来人请走了大小姐，那人语气不大好。翠果姐姐让小的赶紧来告知王爷。知道了，你先回去，本王这就去书院。许鹤鸣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你们去永宁侯府和谢家报信，让他们派人去庐山书院，本王先去看看。谢家，姚氏正忧心谢衍之。老爷，你说好端端的，怎么就让衍之去庐山书院那种地方？我这心整日都跳个不停，该不会衍之出了什么事吧？夫人，衍之该启蒙了，省得他成天不学好。可我这眼皮直跳，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你啊，孩子总会长大的，不可能一直在我们身边不是？我们也该学会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展翅高飞才是。想着江海海夫妇俩都去庄子上了，心里也有些激动，他也想带夫人出去过2人世界。老爷，安王府来人了，让您去趟庐山书院。哎呦，是不是出事了？奴才不知，安王府的人还在外面呢。我去书院那边看看。夫君，妾身与你一块去。夫人，你且在家等消息吧。你放心，我定会将衍之平安带回来的。谢金城安抚好姚氏，便匆匆出门。许鹤鸣赶到庐山书院，一眼便看到院外的打斗。你们都在做什么？你们都在做什么？父王，快救我们！王爷，是世子的声音。爹，快救我与后娘，我们快要被他们打死了。罗氏听到王爷二字一愣，看到许鹤鸣，心里一惊。许鹤鸣立刻冲入人群，几下便将嘉宾们打趴在地。你终于来了！李之微便晕了过去。许鹤鸣眼疾手快，将他抱住。赤薇，赤薇！呜呜呜！许青石此前一直强撑，此刻见父王到来，又担心晕过去的李之微，怕李之微要死了，哭得愈发厉害。谢衍之与江玉也跟着哭了起来。行了，先别哭，说说怎么回事。随行大夫立刻上前为李之微诊治。王爷，王妃只是惊吓过度，并无大碍。替几个孩子看看情况。目光扫过罗氏与罗静安。刚刚是你们让人打了我的妻儿。罗氏浑身一颤，他既听过安王的凶名，也认出了眼前之人，顿时吓得六神无主。父王，你怎么才来？你再不来，孩儿和后娘就要被这臭女人给打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胖子突然跑过来，要我们去给他擦鞋，让我们扫地，还要对他点头哈腰。我们不干，他就打我们，这疯女人，还要我们赔他钱。父王，孩儿好疼啊！呜呜呜！老子让你给老子擦鞋，那是看得起你。罗静安仗着镇南王府的势力惯了，只当许鹤鸣是普通富家子弟，压根没看清局势。况且明明是这几个狗杂种先对老子动手的，老子回手打了他们，是他们活该。他们既然敢打老子，就该给老子赔钱。你既是他父亲，那就赶紧替他赔钱，要不然一会等我姐夫来了，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哦，本王倒想知道你姐夫是谁。许鹤鸣身为皇上心腹，连皇子都要礼让3分，今日竟被一个小儿鄙视。我姐夫是镇南王世子，等他来了，你们这些蝼蚁通通的死。呵呵，镇南王府在许鹤鸣眼中，镇南王世子不过是个废物。安王饶命，安王饶命！小儿不是有意冲撞您的。娘，你求他做什么？等我姐夫来了，这些人统统都得死。静安，赶紧跪下。娘，咱们不用求他，赶紧起来，你怕他们做什么？你们不要得意，等我姐夫来了，就是你们的死期。谢金城赶到书院，见场面剑拔弩张。老许，没事吧？谢金城看清晕倒的李之微，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爹啊，你总算来了！你给孩儿找的这是什么破书院啊？孩儿差点就要被人打死了。衍之，你怎么伤成这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衍之，你怎么伤成这样？爹啊，你看看孩儿的脸，你看看孩儿的手，你再不来，你就见不到孩儿我了。究竟是什么人，竟敢连我谢家人都敢打？冯夫子早已吓得躲了起来，
他没想到这两人来头真这么大。爹，就是他们，那胖子带人打我们，胖夫人还让家丁抓着我们打，要不是漂亮姨姨护着，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呜呜，就是你想要杀我儿的。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走开！你是什么人？竟然敢这样对我们？这话该我问你们，你们哪来的胆子？竟敢伤害安王府谢家与永宁侯的人！罗氏本就惧怕安王，得知对方还牵扯谢家与永宁侯府，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我才不管你是什么谢家什么王府，你们既敢打我，就该赔钱，要不然我让我姐夫将你们统统都打死。谢大人，是小儿无知，求大人放过小儿。爹，就是他说要打死我们的。爹，孩儿好怕啊！将我们都打死！我倒想看看是什么人，竟然有这般大的权力，可以将我们打死。秦松，你亲自去镇南王府，请镇南王过来。王爷，镇南王前些日子已出京去了边场，那便请镇南王妃，还有镇南王世子过来。王爷，王妃如今受了伤，不宜在这久待，不如带他们回衙门去吧。我先送他回府。进城，你将他们带回衙门，我稍后就到。好，你将嫂夫人与孩子们先带回安王府安置先。麻烦你派人去谢家通知我夫人去领人。翠果，你们随谢大人去衙门，交代清楚情况再回府。还请王爷照顾好我家小姐。镇南王府，王妃，世子夫人在外求见，让她回去。镇南王妃向来不喜世子夫人罗氏，觉得她出身低微，胸无点墨，连掌家都不会，只会丢镇南王府的脸。王妃，世子夫人只是性格坦率些，您别气坏了身子。我气什么？日子是他们过的，往后丢人现眼的也是他们。我只担心这偌大的王府交到他们手里会乱成一团。镇南王妃想起罗氏出掌家时让他吃了3天咸菜馒头，还让王府丢尽脸面的事，心口便堵得慌。王妃，衙门来人了，让您与世子夫人赶紧过去一趟。衙门？可有问过是什么事？回王妃，来人没说，只说让你们赶紧过去一趟。世子呢？回王妃，世子今日出去了，老奴这便去寻他。快去找人。镇南王妃想到自己儿子，忍不住吐槽他与罗氏真是天生一对。走吧。婆母，我们去哪？镇南王妃满心不耐，压根不想理会罗氏，罗氏却满心欢喜，以为婆母终于肯接纳自己，嘴角始终挂着笑意。还是世子好，哪怕娶了心心念念的美娇娘，依然天天出来寻欢作乐啊！哈哈，本世子之所以娶那罗氏，便是看她出身低。哦，世子何出此言？哼，一个小门小户出来的，他想管我，管得着吗？就他那娘家，8九还来不及呢，我做了什么？他们能奈我何？高，世子这招实在是高。那公子嘴上夸赞，眼底却闪过一丝鄙夷。周风化沉浸在自得中，全然未觉。哎呦，世子，您快别喝了，王妃有事请您回去呢。我娘找我，该不会是罗氏借着我娘的名义叫我回去吧？世子，您快别喝了，王妃有要事要找您。世子，你还是快回去吧，许是王妃真有什么急事找你呢。那我回去看看。许鹤鸣将李之微带回安王府后，老王妃听闻消息赶来。哎呦，我的乖孙，你这是怎么了？祖母，孙儿没事。许清时满心牵挂李之微，谢衍之与江玉也乖乖站在一旁，满脸低落。你们到底去做什么了？怎么都伤成这样？许清时扁了扁嘴巴，才将今日如山书院的事告诉了老王妃。真是混账玩意！祖母，孙儿错了，要是不跟那胖子打架，后娘就不会受伤了。这事不怪你，是有些人太张狂了。许鹤鸣走出了出来。母亲，您怎么过来了？我不来，还不知道知微受了这么大的罪。你送孩子去书院，都不提前打听清楚。幸好知微去得及时，不然孩子们可就危险了。孩儿知错了。行了，现在也不是论谁对谁错的时候，此事你也该给知微和青石一个交代。孩儿这便去衙门，知微这边有劳母亲多费心了。
你且放心去吧，府中有我这老婆子在呢。父王，孩儿想和你一起去。许伯父，我们也想一起去。你们去也解决不了问题，留在府中就好。父王，那些坏人是孩儿招来的，后娘只是受了无妄之灾，孩儿理应该揪出坏人，替后娘报仇。咱们安王府的孩子没有孬种，让他们去吧。